我操！我居然穿越了！这人真是我老子！高峰乃大前户部侍郎，正三品官员。我爷爷高廷龙更是3朝元老，军方第1人。高峰，你敢！你要杀杨儿，你先杀我！哼，儿啊，眼下大前时局不稳，内有奸臣当道，藩王割据，外有匈奴虎视眈眈。女帝刚刚登基，亲自张贴皇榜，广纳天下贤才，渴求强国之策。你亲自把这个皇榜摘下来，那可是杀头的死罪呀！你闭嘴！这个孽畜现在已经疯了，若是让他到了金銮殿，指不定惹出什么乱子来。你给我下来！今天晚我可不杀了你！这要是再不给一个合理的解释，高帝得挨一顿毒打。孩儿高阳拜见父亲大人。其实孩儿接皇榜是为了建功立业，重塑我高家100年荣光，并非冲动之举。重塑荣光？哼！你这个孽子！17岁那年，你一手永芦花，1片、2片、3、4片，4片、5片、6、7片，让我高家成为长安百姓茶余饭后的笑谈。你可记得，18岁那年，你一手近看大石头，远看石头大，让我高家再次成为京城笑料，文坛笑齿。今年你19岁，竟私自接下陛下的求贤诏，你自己想死没关系，你可知此举会让高家满门都成为风口浪尖？你说，你这样一个废物，接皇榜干什么？我操！我穿越的这人这么废物的吗？父亲大人，事已至此，哪怕你将孩儿暴打一顿，那也无济于事。如今女帝刚刚登基，求贤若渴，孩儿接了皇榜，已然是长安城的众矢之的。父亲大人若严加阻挠，往小了说，那是对女帝不敬；往大了说，那可被追加一条欺君之罪。这小子说的还挺有道理，他何时变得这么聪明了？父亲大人可曾听闻毒誓？毒誓，谋士有3：谋人、谋己、谋天下。谋己者，毒誓矣；行阳谋者，有损阴德计谋者，毒誓矣。今天下一统，而北方不安，内有奸佞祸国，藩王割据，外有蛮夷虎视眈眈，寻常手段难以生效，当以毒誓治天下。这孽子，难不成之前在藏拙？高伯父，青青不请自来，倒是叨扰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青青不必如此多礼。高伯父，青青此行是来退婚的。退婚？宋家和高家的婚约乃是从小就定下的娃娃亲，眼看着大婚将至，岂能说退就退？宋家此举将置我定国公府于何地？定下的娃娃亲，那是之前看高阳才高8斗，没想到闹出了这么多的笑话。可青青就不一样了，乃是陛下特许，旁听朝政的才女，未来前景一片大好。自古龙不与蛇居，退婚难道不是情理之中吗？更何况高公子接榜之事闹得沸沸扬扬，若是答不出陛下所问，那必然是会被冠上一个欺君之名的。到时候陛下责罚下来，岂不是还要连累青青？高大人高风亮节，必定是不允许此事发生的。高家之事，何须你个外人多嘴？不才，崔某乃陛下钦定状元，路见不平之事，自然是要出手相助的。崔某心直口快，若有什么得罪了高大人的地方，还望高大人海涵呀。再者，常常听闻高公子出入一些风月场，想必身边的红颜知己绝对不会少。再寻一位良配也是简单不过，何必缠着青青呢？你这是在侮辱我儿！不敢不敢，崔某只是就事论事。你高伯父，
这件事情是我宋家不对，但这毕竟是整个家族的决定，亲亲也无能为力。家父特意让我来转告定国公一声，若是定国公府日后遇到麻烦，我宋家必定鼎力相助。滚！回去转告宋林那老东西，即便是退婚，也是我定国公府全去退婚。你宋家算个什么东西？既然如此，那我宋家就静候定国公的大驾光临。慢着，你认为我答不出陛下所问？高公子何必多此一问呢？你也这么认为？崔公子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可我若是答出来了，那该如何？你能答？答出来该如何？你一个废柴，口气倒不小。既然如此，那你可否跟崔某打个赌？赌什么？你若答不出来，那你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给崔某下跪磕头道歉，说你大言不惭。可我若是答出来了呢？答出来，你一个草包，大字不是一个能回答得出你弟的问题。好，你要答出来了，那崔某给你下跪道歉，如何？杨儿，好，我答应。高大人真是生了个好儿子啊，不知天高地厚。宋姑娘，我们走。这真是欺人太甚！哼，你个孽畜，被人当众催婚，你还叫得出来？还有，你竟敢和崔星河打赌，你不知道崔星河是陛下钦点的金科状元，他才高八斗，他的治国论更是让人叹服。你这是将我高家的颜面扔在地上，让众人硬脚踩呀！父亲大人，如此女子退婚有什么不好？在他眼里，新帝登基，权力更迭，看我高家新一辈难当大任，注定要走下坡路，不然也不至于在我接皇榜的第一时间就来这里。无非是怕连累到他孙家，还有跟他崔星河的赌约。儿子有信心。退婚之事你不必多想，我定国公府定不会善罢甘休。但当务之急是来自金銮殿女帝的考核，你这就随为父进宫面圣。到了金銮殿以后，就得真看你自己的本事了。为父不求你令女帝刮目相看，但求无错，否则莫说是你一人，就整个定国公府也会遭受牵连。还有那个崔星河，如今你得罪了他，日后他定会在你失利之时，让女帝问责于你，倒是该如何是好啊？父亲大人，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信，你就且等着看吧。如今木已成舟，你再担忧，百无济于事。随为父进宫面圣吧。听说有人接了朕的皇宝，是的，陛下。何人接宝？听闻是高峰大人之子高阳。什么？高阳之子高阳，他就是纨绔子弟，废他一个，这简直是胡闹！完全皇妹于儿戏，把朝廷当成自己家。当真有此事？陛下，你有所不知，这高阳可是我大前出了名的烂泥扶不上墙。想来陛下应该听过永芦花和石头大这两首被大前子民耻笑的诗词吧？这些便是出自高阳之手。永芦花和石头大，朕确实听过。当真是此人接了皇榜？是的，陛下。据下官所知，这个高阳无恶不作，为非作歹，仗着他的身份，在大前就没有他不敢干的事情。此次接皇榜，恐怕也只是认为新奇有趣。大胆！皇榜岂是儿戏？陛下，高侍郎携子在外求见。宣！高侍郎觐见。臣参见陛下。草民高阳
拜见陛下。是你接了朕的皇榜？陛下恕罪，孽子无道。此次臣带孽子前来，是为了让孽子不错。草民就是陛下要的治国之子。叶子，你这真是想把我高江往绝路上逼呀！好，有胆识，先起来吧。朕可丑话说到前头，接皇榜是大事，你要是回答不上朕的问题，朕可是要降罪于你高下。草民若不能替陛下分忧，这罚也是该领。奇怪了，我观这高阳谈吐不凡，倒也不像他人口中所说的纨绔子弟。莫非这其中有什么误会？先让朕来试他一试。既然你说你就是朕找的栋梁之才，那朕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杀了你的仇人全家，看着满地的尸体，心中畅快的时候，发现屋内还有一个孩子，你该当如何呀？草民会对他说：小子，记住我，下次见你，我可不会放你。小崽子，我们又见面了。陛下恕罪，孽子无才，冲撞了陛下，都是臣管教无方，一切责任在于臣，请陛下责罚。果然是脓包一个，上来就丢人现眼。还好我及时退婚，否则今日受辱的岂不是因我？朕为何要责？高阳，既然你自己找死，不如我来助你一把。陛下，杀人不过头点地，昔日之仇，满地尸体就算了，这孩童手无寸铁，若妄加杀戮，这手段未免太过残暴。此等冷血之人，若要为官，那必定为祸一方啊！不错，状元言之有理。大才的男儿应该在战场杀敌，而不是斩杀老幼。如此小孩再加杀戮，简直残暴无极。王老将军所言极是，高某的大刀的确不斩老幼，但高某还有一把小刀。巧言如簧，但难言你残暴的本性。我大前义治仁义之国，此行此举实在残暴无度，大伤天和。崔状元、宋小姐，你们身居高位，位极人臣，高风亮节，草民佩服。但草民就是一个普通人，草民做不到放他，否则就会令草民的家人在不安中度过。你怎可知10几年之后，他会再报灭门之仇啊？按陛下假设，若小男孩的父亲懂得斩草除根的道理，又何来今日的灭门之祸？但反之，若不斩草除根，10年后、20年之后，有可能又一门灭门之灾就会落在我高家的头上。我高某可以在愧疚中过一辈子，但我高某绝对不能在担惊受怕中过一辈子。斩草要除根，是小男孩父亲教的道理。不，当然，先前的转身离开，再猛然回头，只不过是句玩笑话。若是草民真的遇见此情景，会给他一些银两，再如王忠将军所言，留下一句：高某的大刀不斩老幼，就放他离开。这才像得样。接着，草民会看他投奔何方亲友，或者是被何人接走，再把他们一并击掉。当然，他明明能逃走，却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一点太不符合常理。以草民愚见，极有可能是一个障眼法。需严防床底、衣柜、米缸里是否藏有弟弟妹妹，若有，一并处置。动手之时需要注意，正常人的心脏长在左边，也有极少数人的长在右边。为保险起见，左右各来一刀。陛下，高圣王之子所言有后无道，如果他爹明白斩草除根，也不会有今日的灭门之祸。末将但陛下，此子如此残暴，乃是大前的祸害呀！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若是孩子的父亲当年斩草除根，又岂有今日的祸事？这个问题，甚是满意。不愧是我高侍郎的好大儿，有你爹的几分实力。这第一个问题只是朕的小小考验，但你想当我大前的官，为民请命，可没有这么简单。还请陛下出题，草民愿为陛下效犬马之劳。此题不光是考高侍郎之子，众爱卿可畅所欲言。答案满意者，朕必定重赏。
你是一个茶商，在江南穷乡僻壤之地包了一个荒山，想要种茶就得先开荒，但当地的居民大多慵懒，就算招到了几个居民上山开荒，也大多懒散。但眼看着种茶的日子就要到了，你们该怎么办？陛下，这很简单，既然1倍工钱没有人，那就2倍、3倍。如此之下，我相信没有百姓向你开荒。王老将军，此言差矣。既是商贾，则当种地。3倍的工钱固然有人享用，但大大提高了成本。再者，朕刚刚说了，就算上山开荒，当地的居民大多懒散，茶商在当地毫无根基，无法制约，你又该怎么办？陛下，什么样考虑不周？但陛下此题未免太难。当地穷山僻壤，百姓生性懒惰，若不提升工钱，哪有百姓响应？而懒惰更使得百姓，既然穷山僻壤，百姓更加消极懒惰，消极怠工，难以克制。此题无解啊！既是选拔我大秦为国为民之大才，此题怎么能简单？在我大秦天下，比这难的政务比比皆是，难道朕就要放任不管了吗？我想不敢。起来吧！此题开荒不难，种地不难，要以最快的时间、最小的成本开荒种地却很难。崔爱卿，你乃我大秦的状元郎，传闻8岁作诗，12岁通读经义，乃长安4大才子之一，才华惊人。你有何办法呀？高阳啊，高阳，刚才让你巧舌如簧，蒙混过关，如今让你见识一识什么才叫做真正的本事。那些雕虫小技始终是上不了台面。陛下，此题很简单。哦，你有何？自古群龙无首，不可成事。纵使穷乡僻壤，要施行大计的话，要找到这群龙之首。这村民懒惰无度没有关系，找到这为首之人，许以重利，威逼利诱，给他一点点蝇头小利，让此人催使下放耕耘，区区图之，还怕这村民不为我所用？崔状元此举甚是妙哉，卿卿实在佩服。崔状元不愧是陛下钦点的金科状元，老夫佩服。还算说得过去。高阳，对此你有何见解？崔状元此计虽好，但也算不上是最低的成本达到目的。更何况人心贪得无厌，虽威逼利诱加以重利，但若是那人临时反水，崔状元，你又该如何是好？此计虽可实施，但风险太高太大。草民有一计，能以极低的风险、极低的成本，便能达到目的。极低的成本和风险，高阳，你莫要胡说八道。像你这样的草包，能有什么更好的计策？高阳，你若是有更好的计谋，崔某愿洗耳恭听，但奉劝你一句，谨言慎行。陛下可不是好糊弄的。这一对狗男女还真是一唱一和的，看老子怎么打你们的脸！站在茶商的立场，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以最快的速度低价雇开荒。但是当地的百姓又大多懒惰，开荒又苦又累，茶商在当地又无威望，
纵然是花高价钱雇人，那百姓也只会是3天打鱼2天晒网。是这个道理，那该如何做呢？想要达成目的，那就只能玩弄人性。草民的法子很简单，只需要做一个局，草民愿称之为戏猴局。那该如何玩弄人性？如何做局呢？草民若是茶商，便先会以3倍、5倍的价格雇10几个百姓先来开荒。守正，北将军还以为有什么妙计，原来如此而已。草包，亏我以为你会想出什么办法，就这样。孽子，你什么样我还不清楚吗？刚刚险些被你装到了，这下完了，回答不上来，高价就要有货了。诸位先别急嘛，等我说完。前几天先令百姓集中开垦，百姓若是偷懒睡觉，尽管呵斥，满脸着急，尽量伪装的像一点。当地百姓偷懒成风，大多是阳奉阴违，在他们眼里，我急得上蹿下跳，甚至像一只滑稽的猴子，还会在背地里讥笑我几声，然后继续我行我素。但是几日之后，我就在这荒山里埋入几颗金子，此计便成。金啊，是金啊！这破地竟然还有金子！这件事情千万不要传出去。赶紧回去叫人，这地肯定不止这点金子，千万不能让别人抢了先。此番作态，数个小时之内，荒山上有金子的消息就会传遍村子，1、2块金子就能让人性的丑恶暴露无遗。这目睹挖金的村民，在金矿的诱惑下必定坐不住，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不安。这挖到了金子的村民，更是会动员一家老小偷偷上山，此乃人性。到时谣言愈演愈烈，再也无需工钱，就会有各家老小扛着锄头齐齐上山，连夜挖地。还是我的也费用儿子，来世被调包了。精彩！以金子勾出人性的贪婪，让全村老小齐齐上山开采，再在山上各处埋下金子，让百姓们认为这山下真的是有金矿。这样不仅节省了开荒成本，还能让村民连夜上山开荒。高侍郎之子，你果真没让朕失望啊！此计甚妙。该死，这岂是高阳能想到的计策？陛下且慢，此局到这里还没有结束，相反，最险恶的地方才刚刚开始。最险恶的地方才刚刚开始？穷乡僻壤，百姓懒惰，那当地的县令必定捞不到油水，很大概率会是个贪官。做局之前，完全可以重金贿赂，若有县令相助，此局事半功倍。叶子休要胡说！陛下，叶子口无遮拦，说错了话，请陛下恕罪。无妨，莫说这是假设，纵然在大前穷乡僻壤，
乃至京都这贪官还少吗？高阳，你且继续说，贿赂县令之后呢？贿赂县令以后，尔等贱民，王三姐大权立地，所以查上4年的地，你竟然私自挖金，依然触犯了大权立法，该当何罪？王爷，不是我们根本没有挖到金子，这个是天大的冤枉呀！不是你，那是何人？这有金矿，依然传遍，你们当本官是聋子吗？立刻上交金子，否则杀无赦！老爷，我知道是谁，是他挖到的金子，他罪该万死，跟我们没关系啊！二驴，你胡说什么？你这个杂种，你才胡说呢！百姓善妒，大多见不得别人过得好，必定相互举报。1文钱不发，还免费让百姓开了荒，挖出来的金子还要还回去，此计真是太毒了。先贿赂县令，再利用人性的恶，把之前埋进去的金子要回来。此计虽然歹毒了一些，但的确是用最少的工费干了最具效率的开荒。此计我视为一条妙计。死缺德带冒烟的小人，真是我儿子！贿赂县令，这花费必然不小，百姓最多也就是把金子还回去，但搭上性命，这真的值得吗？崔状元，这天底下官商结合的事情还少吗？谁又会一上去就以重金贿赂呢？贪官、清官，去天下走一走便知了。并且，此计的毒辣之处还不止于此。若我说这些金子外面是金，里面是铜呢？外面是金，里面是铜，够狠！若有县令相助，完全可以当场就剪开还回来的金子，再倒打一耙村民偷了金子，严刑逼供之下，普通村民又有谁能扛得住呢？尔等竟然私拿大钱财产，说真正的金子去哪儿了？尔等可知，你们已经犯下了死罪！饶命啊，老爷！我挖到的只有这个，小民也不知道为何是铜的。带走！慢着，县令大人，在下愿意替他们偿还债务，需要赔偿我来赔，怎么的？您就恩公，你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大家不用客气。不过我这钱也不能白花，这样，从今往后你们就给我干活，只要干满10年，我就还你们自由之身。当然，我也不会亏待你们，只要你们干活越勤快，我就越快还你们自由之身。诸位若是没什么意见的话，就把这卖身契签了吧，不识字的按手印也可以啊。这，签，我们签。当然，我若是那茶商，一定会严防报复，出门多带几个护卫。等钱赚的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大，为了方便运茶，就修个路，修个桥。当然，对外宣称一定是为了方便村民出行，如此还能收获一个大善人的名号。此计属实阴险，哪怕是朕面对此计，也难免陷入圈套，甚至还要感谢此子，哪怕事后反应过来，卖身契已签，此子又有护卫，根本没法校验复仇。陛下，时间太紧，此计还有一些漏洞。若陛下再给草民一点时间，此计会更加完美。什么？此计还不够完美？陛下，此计太过毒辣，
勾结官员，还请陛下严惩高阳。请陛下严惩高阳。怎么会？这高阳怎么会有如此高深的计谋？难不成他这些年一直都在藏拙？命陛下严惩高阳，请陛下严惩高阳。陛下，正所谓计无好坏，全凭用心人一念之间。犬子此计虽略显毒辣，但请陛下明鉴。诸位爱卿觉得此计毒辣，那诸位爱卿有比此计更好的计策吗？在朕眼中，计无好坏，能达到目的的计策就是好计策。高侍郎之子高阳这个计策虽然毒辣，但站在茶商的角度，合情合理，甚至是最好的计策。若天下人皆无愧于心，那哪来的那么多贪官污吏？治大国如烹小鲜，天下的贪官都是心思歹毒之人，至于恶人，就应该用恶计。高侍郎之子高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想出如此恶计，可见其才。臣恳请陛下治高阳欺君之罪。下官认为这个计谋不是高阳所想出来，定是家中长辈在暗中提携。只要这个计谋不是高阳一个人想，那他就是欺君之罪。这孙子还真是不放过一点机会，哼！莫名其妙的一个欺君之罪就盖到我的头上了。不错，陛下，我与高阳有过婚约，对他知根知底。这必然如同崔状元所说，这高阳是受家中长辈指使，才能如此巧舌如簧。还请陛下明鉴。高阳，你可有何可说？陛下，草民斗胆问陛下，草民是如何得知陛下要问的命题呢？如果不先得知，那又如何给出标准又合规的答案呢？崔状元此举，无疑是在小瞧陛下。你放！胡言乱语！下官怎敢质疑陛下？下官质疑的是你。整个大前谁不知道他乃是纨绔子弟？这么高深的计谋，怎么可能是你想出来的？崔状元，你难道没有听懂一句话吗？叫士别3日，但刮目相看；藏剑19载，剑出斗9州。本来我是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相比，奈何如今陛下需要人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草民只能挺身而出，为陛下排忧解难。你够了，魏爱卿，朕罚了，退朝。慢着，这孽子又要做什么？高阳，你还有何事？陛下，草民来见陛下之前，和崔状元打了个赌，若是草民能答出陛下所问的问题，那崔状元就要跪在草民的面前道歉。如今也是崔状元该履行诺言的时候。高阳，你好大的胆子！崔状元可是陛下钦点的金科状元，你让他下跪，岂非在侮辱陛下？草民不敢，只是这句话是崔状元自己一字一句定。若是崔状元后悔，想要耍赖，那草民也是奈何不了。崔爱卿，可有此事？是，这是你和高公子的私事，朕不过多干涉。陛下虽说不多加干涉，可这赌注可是我亲自定下的。若是当众反悔，日后我在朝廷有何立足之地？该死的高阳，没曾想居然被你阴了一手。哎，崔状元，你难道刚刚没有听宋小姐所说，你可是陛下钦点的金科状元？草民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罢了，哪里经受得起您这一拜？之前的赌注那就作罢了，只不过是一句戏言。这还是我儿，进退有度，即便是崔星河也被他拿捏起来，既能让人知道崔星河输给了他，又能保全陛下的人面，维护自身，此手段实属恐怖之极。行了，不是退朝，恭送陛下。父亲大人，女帝并未杖责，孩儿这一关算是过了吧？今天你的表现，为父很满意。父亲大人，怎么了？俗话说得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为父也是第一次做父亲，肯定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你不要太往心里去。该死，是高阳居然一直在长桌。此次定国公府成功化险而已，这该如何是好啊？父亲大人何必担忧？陛下既没有当众赏识，就代表没有做出选择。这崔状元之所以会输，
不过是没有想到他藏拙多年，一时大意罢了。若真要较量起来，这高阳自然不是对手。更何况这高阳爱慕我已久，整个长安皆知，此事还有回旋的余地。再说了，我大秦天下世家林立，以女儿的才华，定能找到一个比高阳胜过100倍的才子。是定国公嘛，毕竟年迈，放弃也不足为喜。参拜父亲大人。梁儿的事我已经知道了，没想到这个逆子藏得这么深。今天这事儿对这逆子来说是好事，对我高家亦是好事啊。可陛下并未封赏，由此代表眼下一切都尚未尘埃落定了。陛下有所考虑也算正常。以我对陛下的理解，陛下在崔星河和杨儿之间还有最后一道关于治国的考试。若是杨儿不能胜了那崔星河，岂不是依旧难逃责罚？那倒未必啊。父亲大人对杨儿有信心？老夫活了70载，历任3帝，什么脏的计策老夫没见过。但是像他这种毒计，老夫还真是第一次见。杨儿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哎呀，真是恐怕老夫的晚节不保啊。但也无妨，只要老夫尚在，就能保他一条性命。趁老夫现在还活着，让他锻炼锻炼也是不错的啊。父亲大人，还有一事，今日宋李之女宋芊芊亲自登门前来退亲，此事在长安城内颇有议论，这该当如何？我高家的婚事可不是那么好推的，宋家军队后辈全部提出一个不认，我高家受此大辱，老夫发飙，陛下应该不会说什么。哎，好了，不说这些了，坐下，陪老夫下棋。父亲大人，咱们可先说好了啊，若是输棋，您可不能拿棋盘打人啊。陛下可是在想高侍郎之词？长安谣言误人，如此狠毒的计策，一般的纨绔子弟可想不出来。纵然是朕都没有见过如此毒辣的计策。这高阳对于人性的掌控，尤其是人性的恶，简直是恐怖。陛下若用得好，这高阳定是大秦第一人才。婉儿，你觉得这高阳和崔星河，谁才是能辅佐朕完成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霸业？崔星河，你对他如此自信？崔星河不仅是当朝状元，更是社稷栋梁之才，尤其是他的治国论，精辟地指出了我大秦的弊政。陛下，您若是想创万世之基，崔星河当然第一人选。可朕却更看好高阳，朕有一种预感，他就是朕想要找的人。陛下，这高阳劣迹斑斑的，虽然他擅长掌控人性吧，但是若论治国，又如何能跟崔状元相比？孰轻孰弱，一试便知。今年我前多地大灾，民意沸腾，临江城县令渡江上奏，临江城粮商囤粮，价格飙升，难以遏制。无独有偶，旁边的清水城也遭遇大灾，粮价上涨，民不聊生。你旨赐定国公府高阳任临江城监察御史，接手临江城一切大小事宜。崔家崔星河为清水城监察御史，接管清水城一切大小事宜。朕要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平粮价，还百姓一个安宁。这崔星河有手段，知分寸，清水城有他坐镇，朕不担心。至于临江城，你就跟着一起去吧。万一朕看走了眼，出现任何问题，你好及时出手，防止事态进一步的恶化。但此子与常人不同，不到万不得已时，你不要出手。传旨吧，灾情不等人，朕要他们立刻出发。是。父亲，
我一定让天下人都知道，女子也可称皇，一样可以令大钱走向强大。我不光能让大钱强大，还要平定六国，结束这600年的乱世。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天下大灾，临江城灾情如火，特命定国公之孙高阳为临江城监察御史，掌临江城大小事务，即刻出发，不得有误。钦此。高阳，领旨谢恩吧。高阳，谢陛下圣恩。凭孽子的本事，如何能胜任监察御史一职？一城的百姓容不得半点胡来啊！高侍郎，这一切都是陛下的旨意。现在灾情如火，下官就在外面候着，还请高御史速速收拾收拾，马上出发吧。这是陛下对你的考验，若成一飞冲天，但你一定要记住，认可不做，也不要犯错。纵然这样不成，老夫也能保你一条小命。是福是祸，全凭你自己了。临江城距长安200多里，这一路上难免折腾。绿萝，你跟着杨儿照顾她的起居。是。大哥，这是桃花酥，你路上吃。大哥，这狗最棒的人，赢了你就放心吧。你在京城胭脂阁经常照顾那小娘子，对对会帮你照顾好的。你不必挂念啊！嘿嘿，孽畜，3时之内滚！大哥，你且放心，乳汁女人必当照顾。哎呀！叶子，这是机遇，也是危机，切记千万不要逞能，让事情走向失控。父亲虽一口一个逆子，但不管是静鸾殿上还是现在，都始终护着我。爷爷高天龙虽不善言辞，但却同样护短。还有母亲小妹，哪怕是上一辈子，我也没感受过这种温暖。高阳啊高阳，你放心去吧，我会替你再续定国公府100年辉煌。区区临江城良将，10日之内必降。父亲大人便在这长安城等候孩儿的好消息。这偌大的高家也该换人来扛了。孩儿去。上官大人怎么在这儿？陛下有令，命我随你一同前去临江城。也是，毕竟是一城之百姓，容不得有闪失。高公子如此聪慧，难怪陛下对你如此看重。难怪，对我，看来陛下此次考核的不止我一个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还有崔状元。你怎么知道？此行我有多大权力？监察御史，替陛下巡视天下，掌生杀大权。到了临江城，上至县令，下至百姓，一切高公子皆可指挥。也包括你？是。上官大人。高公子，你这个要求提的有点莫名其妙。大公子，要不您先将就看看奴婢的腿。我说是呀，这御史大人还有多久到啊？都县令莫急，御史大人啊，估着马上就到了。能不急吗？这梁家飞长、赵钱、翰林4大粮商，一个比一个狡猾，全都阳奉阴违。粮价已经从40文一斗涨到了100文一斗，足足涨了60文了。这百姓已经负担不起，你叫本县能不急吗？
喂，杜大人，远方来人了！都起来，都起来！御史大人到！哎呀！终于到了！杜大人，司南女帝特批监察御史，负责临江城大灾，从即可临江城大小事务皆由高公子。下官临江城县令杜江拜见高公子。杜大人不必多礼，本公子在路上耽搁了2天，目前临江城的情况怎么样？高公子，里面请。你们在外面等着吧。近几日暴雨初停，临江城靠近江边，这暴雨一冲，新年粮食欠收。临江城内各大粮商纷纷疯狂囤粮，导致粮价在短短时内由40文一斗飙升至100文一斗。若不是下官下令开仓放粮，怕粮价还会上涨。另外，暴雨导致城外大片农田被毁，老百姓无家可归，大量难民涌入城内，急需安置，否则恐生骚乱。不知领下这局，高公子该如何破解呀？此局并不难破，还请高公子不吝赐教，下官带临江城10万百姓拜谢高公子。关闭临江城，粮仓。高公子莫不是在故意打趣下官？眼下开仓放粮，城内粮价竟难以遏制，更别说关闭粮仓。下官只怕县衙一声令下，城内粮价会瞬间突破100文一斗。如此天价粮食，老百姓又岂能买得起呀？大前这几年不是干旱就是阴雨连连，大前的粮食收成本就不好。杜大人，临江城粮仓的存储粮还有多少？够临江城10万百姓吃够5天吗？自然是不够，不过一旦关闭粮仓，恐怕粮价还会疯狂暴涨，老百姓岂不是更加买不起粮食？高公子此言，恕下官难以赞同。纵然是继续开仓放粮，那100文一斗的价格，杜大人，你说又有多少百姓吃得起？并且本官不是来和你商量的，这是命令，你没有选择的权利。好，那本官现在就下令关闭粮仓，并张贴榜文。不过高公子可要想好了，一旦粮价疯涨难以遏制，这责任7日之内，临江城粮价不降，一切后果由本公子负责，包括本公子这条命。把临江城的地图给我拿上来。是。临江城的粮食一般是怎么运输啊？自然是水陆2种运输方式。不过临江城素有清水河闻名，水路运输比较多，时间短，损耗小。不知高公子心中可有何良策？那临江城内最大的几家粮商，杜大人可知？当然，
赵、钱、韩、林四大家，此四家在临江城盘踞多年，实力强大。趁此国难，更是疯狂扫荡市内上所有粮食，也令了本地一些小粮商纷纷跟风囤粮，也导致了粮价在短短数日内增长了近2倍。不过眼下陛下刚刚登基，临江城又民风彪悍，不宜强行镇压，否则恐生大乱，到时候谁也承担不起后果。好，那就烦请杜大人准备一桌好酒好菜，帮我宴请赵、钱、韩、林4大粮商。高公子，实不相瞒，此招本官早已用过，只不过收效甚微，商贾重利，趁此天赐良机，大肆囤粮，就岂会轻易松口啊？你照做便是。那下官就要看高大人的手段了。高大人，这帮粮商那都是些老狐狸，想让他们降价，那恐怕比杀了他们都难。他们可说了，最低降5文，5文已经是他们极限。杜大人，心态平和点。你是一线的父母官，你都方寸大乱，还怎么评两价？那下官就要看看高大人什么手段了。御史大人，前赵翰林4大家属到了。传。来，4大家属。我等拜见高御史。哎呀呀！素闻4大家族在临江城有100年之久，是100里之内有名的富商。今日一见，怎如此落魄呀？高御史有所不知，我临江城遭遇大雨侵袭，良田尽毁，导致遍地流民，百姓无粮可吃。我等实在是痛心。近日连连施粥，更是拿出大笔银子赈灾，现如今早已是入不敷出了呀。这几年大前连连天灾，百姓生灵涂炭，我等皆为当地附身，受一帮百姓爱戴，又岂能坐视不管？但在慷慨解难之时，已经弹尽飞绝了呀。高御史来了，我等压力也小了些。4大家族高风亮节，高阳佩服。只是本官受女帝所托，前来掌管这临江城的一切事务。御史大人驾临临江城，我林家自当拿出诚意，我愿自降5文，赔本卖粮。钱议事，赵家议事，韩家议事，自降5文？那8文，自降8文。御史大人意下如何？本官要你们手中的粮食全部提高到150文一斗，只准高不准低。谁要是低于150文一斗，那本官就宰了谁。不得低于150文一斗。御史大人，老夫可能年龄大了，耳朵也不好使了。您刚刚说什么？让我等粮食不得低于150文一斗出售？本官的意思很难理解吧？150文一斗，谁要是敢低于这个价格卖的，让本官查到了，那就人头落地。尔等这回听清楚了吗？那御史大人，此事可否张贴榜文？放心，放心，
今天这顿饭之后，粮价不得低于150文售价的榜文将会贴遍临江城的大街小巷。阿东，回去吧。啊，我等告退。寇大人，您可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不出10日半月，那临江城必成人间炼狱呀！家被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多老百姓会活饿死，甚至义子相食也不是不可能啊！高御史，下官从出生至今已36岁有余，一身傲骨，从未求过人。今日下官恳请高大人还是收回成命吧。150文价格，除了商贾，老百姓那可是负担不起呀！杜大人，想要降粮价，不一定要把粮价拼命压低，须知弹簧越是受强力镇压，那反弹越是恐怖。这杜江可惜了，虽是个父母官，但脑子不太灵光。7日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本官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哈哈哈！哎呀，哈哈哈哈哈！上官大人，以弟陛下有令，临江城一切事务皆由高公子掌。但如果一旦事态紧急不可控制，一定会出手。这放心。到那时候，那还来得及吗？不行，此事我必须要尽快通知女帝陛下，否则再让他这么胡闹下去，临江城数十万百姓可都完了。啊，师爷，快快速取我笔墨，本官要连夜弹劾上奏，800里加急，弹劾此了。是。陛下，臣弹劾定国公之孙高阳，高阳受陛下重用，为临江城监察御史，但他却官上勾结。他曾下令，临江城的粮价不得低于150文一斗，他还大肆的翻修府衙，实属昏庸，请陛下下令严惩，以儆效尤。陛下，如此天下，时间一久，必将引起巨大的民愤。我将再从袁大夫之言，请陛下严惩。百姓本就颗粒无收，难以度过灾年，还请陛下及时出手制止，以免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呀！这孽子要亡我高家呀！定国公之孙不走寻常路，朕既然允诺，如今方才2日，朱爱卿何必如此着急？说不定定国公之孙会给朕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复。陛下，想让粮价跌下去，哪有将粮价抬到天上的？这高阳就是无能之辈，哪里能当如此大人？王老将军，你是在质疑朕的眼光不行？我家绝无此意。临江城不会乱，朕早已安排了后手。临江城杜县令说定国公之孙大放厥词，7日之内粮价必跌，那朕就给他7日。诸位，无需多言了。哈哈哈哈哈！这高阳是龙是虫，一看便知。看来我宋家这根是对的。这高阳还真是糊涂，这商贾贪婪，他非但不压低粮价，反而还大肆抬高。这帮贪婪的粮商啊，若不把价格压到天上去，我宋青青啊，干脆一头撞到豆腐上算了。崔状元前往了清水城，高阳前往了临江城，两地灾情类似，明显这是一场比试战。
这场比试，高阳已经注定惨败，崔状元将会成为整个长安城最瞩目的人物，注定一飞冲天。青青，你必须好把握。父亲大人放心，这崔状元才华满襟，风采得人，女儿与他早有接触，想必他对女儿应当也是亲戚。若是能拿下崔状元，我宋家一应大兴。哎呀，崔大人，您可真是神人呐！短短2天时间，您就把粮价压到50文一斗啊！您真是让下官佩服到五体投地呀！可临江城的百姓算是惨了。哎，崔大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临江城的百姓为何惨了？定国公之孙高阳刚到临江城，颁布的第一条命令就是命令临江城4大粮商不得低于150文一斗价格出售粮食。什么？150文一斗？定国公权势饕餮，随女帝继位，大前迎来了新的洗牌。但不管怎么说，定国公乃3朝元老，他的威望，大前无人不知啊。但高阳有定国公之孙的身份，他的身份远高于我崔某，他居然不以势压人，逼迫贪婪的粮商降价，相反还助粮价上涨，真是可惜了这大好身份啊！传本御史的令，告诉那些粮商不要太过贪婪，惹得本御史生气，后果他们自己承担。清水河的粮价必须再降8文钱，82文，他们还有的赚，让他们适可而止。若给本御史面子，待本御史回到了长安，成为了陛下面前的中书舍人，这份情面本御史会记着。要若不给，怕是这后果不是他们能承担。崔公子的意思是还能再降8文钱？清水河的粮价，本御史暗中调查，柳田2大粮家分别都是以53到70文的价格大肆推广，况且他们的库中还有去年的神粮83文，不至于他们鱼死网破。为官者一张一弛，给一棍子，给一个甜枣，才是为官之道。崔御史大才，本官代表清水城5万多百姓拜谢崔御史。大前有崔御史，乃江山社稷之福啊！高阳啊高阳，你一个废物，怎么和本状元作对？接下来就看你怎么死吧！让我们活吗？这大人，草民给你跪下了，大人，望你法外开恩，开仓放粮，不然我家一老一小都得被活活饿死啊！大人，今日早已不止180文一斗，已经突破了200文一斗。这欠杀的粮商以200文一斗还不卖，这帮吃人血馒头的畜生，他们迟早遭报应。大人，再这样下去，在群情激愤之下，只怕是难有后路啊！如此局面，你以为是本官想见了吗？这御史大人把关一下，老百姓能不怒吗？本官弹劾的奏折刚被打了回来，陛下令我等听御史的，本官又能有什么办法？大人，今日便是第7日啊！临江城的粮价非但没有跌，反而涨到了200文一斗，官网上的150文一斗还贵了20文一斗，百姓存粮见底。咱们县衙也不可能开仓放粮，当然在国庆天命运之下，必成大乱呐！御史大人在哪儿啊？他隐藏在花果寺，
怎么又去寺庙？如今7月之期已到，本官现在就知道了。我倒要看看他以性命担保的梁家如何降。高御史，足足7天时间过去了，这临江城内的粮价不但没有降，反而一路升高。自从您的旨意一下，粮价就快速飙升到150文一斗啊！不仅如此，还在持续升高，现在足足200文一斗了。自从县衙张贴榜文之后，县衙外每天都是苦苦哀求的百姓。再这样下去，场面必定失控，到时候一切都完了。您难道这真的不怕吗？杜大人，这4大粮商近日有什么动作？自从县衙张贴榜文之后，4大粮商以100文一斗的价格疯狂扫荡其他小粮商手中的粮食，哪怕是150文一斗都不卖，导致粮价一路升高。现在他们正囤着粮，等待老百姓的粮中耗尽，再持续提高粮价呀。现在是200文一斗都不卖了。明日大肆招工，开始翻修府衙。另外，张贴榜文，本官要召开一场盛大的赛龙舟活动，拔得头筹者免商税3年。行啊，你这是祸国！此令下官会奏。宣告一事，你纵然是定国公之孙，但闯下如此大祸，你也承担不起后果。高大人，你究竟想做什么？你若不说，便只能替你接管临江城了。上官大人，还请赶快出手吧，否则百姓哗变，将造成难以挽回的大祸呀！你分明就不喜欢佛祖。我见过长安城中许多信徒，他们的眼神中都透露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狂热，但你并没有。这几日你走访寺庙，并非你的本意，就连修缮那些县衙也是莫名其妙。为何要修缮县衙？为何要令粮价高涨？为何要背负着一些骂名？你过不了几日就要离开长安了。高公子，这一切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杜大人，还记得7日前本官跟你说过一句话吗？可是那句要想粮食降价，不一定要拼命压低粮价。看粮价暴涨，商贾贪婪，不狠狠收割一波，他们又岂会收手？杜大人，本官想问，4大粮商联合，纵然强压，粮价能降多少？8万还是18万？纵使降到80万，又有多少百姓买得起？除非高举屠刀，将他们全部杀掉。但一旦开始诛杀，所有的商贾都会齐心掉的。但是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不管是100文一斗，还是150文一斗，亦或是200文一斗，根本就没有区别，他们始终都买不起。但临江城粮价暴涨，甚至官府下令不得低于150文一斗卖，这会吸引什么钱？咸、赵、韩、林4大粮商会贪婪地扫荡本地的粮食，抬高粮价，甚至本地的小粮商也会囤粮，妄想卖出一个天价。贪婪是人的本性，但天下商人无人不贪。但同样，这临江城粮价暴涨的消息将会以一个恐怖的速度传播至周围各。近几日，城门外、马边，这每日送粮的马车和货船都在不断的增加。这临江城外地粮商的人数每日都在上涨。如今，这临江城早就不缺粮，现在临江城的粮价就像一个巨大的气球，看着它一出就破。这帮商人妄想着大发国难财，这一次本官就叫他们家破人亡。那高御史，您要修葺县衙，需要赛龙舟，这又意欲何为啊？杜大人，你过几天就知道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即便是50文一斗的粮价，那也需要银子来买。大人，下官有罪，下官不但愚笨，下官还谈何大人？这4大粮商在临江城根深蒂固，县衙内不知道有他们多少人，本官这才不说。前几日的弹劾不足挂齿，杜大人不必挂在心上。大人，就在1小时前，下官来找您之前，下官又上奏了一封，说辞更加激动，语气更加激烈。
高公子，我立刻修书一封，马上快马加鞭送长安。高大人不必担心。上官大人，劳烦今晚在城门外用土和沙子装满沙袋，切记消息不能外露。本官大有用处。我立刻携陛下旨意，从城外调一匹军马协助高大人。今日将是临江城一众粮商最后的狂欢。明天，我会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缺口。清水城粮价已降至82文一斗，崔状元放言，粮价还可再降7文。崔状元之才真是让人佩服，如此短的时间内，却能让整个清水城的粮价跌了足足18文，甚至还能再降，还没有动用武力，失了朝廷的威严，简直无愧状元之才。老夫送礼，恳请陛下封赏监察御史崔兴和。崔状元犹有7日时间，便控制了清水城粮价，如此手段，真是令人叹服啊！我将也奏请陛下将崔状元立为典范，令各地官员学习。臣附议。清水城距临江城不过几十里，清水城粮价控制了82文，不知临江城现在的粮价是多少啊？临江城传来最新粮价消息，临江城粮价已经突破至200文一斗，百姓怨声载道。临江县令杜江也送来最新急报，弹劾监察御史高阳。陛下，最近这7日，临江城的粮价一直在暴涨，并且这还是2日之前的消息。现在临江城的粮价恐怕还要更高。这意思是怎么回事？当真要害我高将满门抄斩不成？朕力排众议，这就是高阳给朕的结果。不仅如此，高御史还想下令翻修县衙，在清水河上举办一场盛大的赛龙舟活动。杜县令痛心疾首，下令800里加急上禀陛下。荒唐！老夫从政30年，从没见过如此荒谬之事，如此奸佞，老夫岂能容他？恳请陛下严惩定国公之孙，平息民愤。末将服役，臣附议。臣附议。完了，我高家完了。啊！定国公，老臣高天龙拜见陛下。定国公，快请起。陛下，老夫今日前来只有一事，粮价暴涨也好，重修府衙也罢，这都是2日前临江府传来的消息，大家何必惊慌啊？2天时间，临江府乱不到哪去，再等2天时间，可否啊？杜大人，你这一早上都来回10来圈了，都快把本公子给晃晕了。大人，外面这民愤您坐得住，下官可坐不住。像您这般心理素质，真是世间少有。行了，杜大人，去取临江城县令来吧。大人可以收网了。即刻贴出保文，临江城的粮仓全面开仓放粮，以100名一家都是税分保，让团队将人大街行刑。上官大人，即刻派兵接管临江城马所有各种，一律不得出场，违令者斩。临江城的各个城门派重兵把守，一律粮食不得出使。谨遵大人旨意。大人，下官还有些担心呢。正如大人先前所说，说开仓放粮，就怕粮库粮食不够；说城内粮商硬扛几日，就怕是粮仓粮食一旦受攻，到时候又该如何是好啊？杜大人，你难道忘了城外还有一批赈灾粮吗？赵钱韩林4大家族盘踞临江城100年，势力错综复杂，只怕臣知道粮仓虚实啊。他们知道，他们能打，但那些外地粮商和临江城本地的小粮商，他们能打？先卖赚利，后卖破产，不卖那就净亏100元的粮损和成本。杜大人，如果是你，你怎么选？阴谋能躲，阳谋你怎么？下官这就去办。哎，等等，大人还有何吩咐？粮仓粮食不多，不能卖得太快，让百姓排队购买，还要一户一户登记。再者，对外放出消息，就说陛下已经下令赈灾，
有10万担粮草已经运往临江城。本官最痛恨的就是那些发国难财的粮商，这一次，本官就要让那些发国难财的粮商全部破产。限粮令可能是10天，也有可能是半个月，全看本官心情。大人此计甚毒，城内粮商遇到大人保了10倍的血雷呀！这下临江城内粮价怕是要大跌了。这种小道消息，外地粮商会信吗？上官大人，你错了。上官大人，你还是不懂人性。这外地来的粮商不惜远跨几十里前来卖粮，这路上的损耗就不止10分之一，再加上伙夫、徭役每天的工钱、饭钱，每拖1日，他们的成本都在拉高。纵使他们硬挺不卖，那回去又是一笔高的成本。现在对于他们来说，一丁点风吹草动，那都是风声鹤唳，毫无解。这个局最厉害就是踩踏效应，先出手的还能赚到钱，后出手的，大公子，您该不会有朝一日将奴婢卖了，奴婢还给你数钱吧？本公子看起来像是那种人吗？那你还不给本公子好好捏捏钱？要是捏得不好，那你可得小心一点了。用力点。手握祖传刀，杀尽天下贪官，大丈夫当如是。夫君，别去！我出门后，你尽快回娘家避避风头。床褥底下有些碎银两，如果我死了，你便再找个夫君，也能有些底气。临江城10万百姓无一人出手，你为何要去？就当是为了我留下承诺。临江城粮价从50文一斗暴涨至220文一斗，寻常百姓根本就吃不起粮。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昏棍。如果我要杀了他，这临江城的粮价就能降。我身受自有习物，快意江湖。临江城是我的家，我可以死，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家尸横遍野。夫君且慢，奴家觉得临江城的一切都太不寻常，再等2天可好？我觉得那位大人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一旦骚乱，纵然他是长安豪门之子，也无法承担后果。哄抬粮价，趁大灾吃人血馒头。城修县衙，长安第一罔顾，果然名不虚传。若高御史真有本事，让临江城粮价下降，我陈胜愿一辈子给他当牛做马。但这可能吗？我意已决，就算拼了我这条命，我也让他血溅登场。宁志，下辈子我再好好弥补你。传律使大人令，张贴榜文，从此刻开始开仓放粮，只需105文一斗，便可买到第一价粮，数量不限，百姓皆可自行排队购买。我操！报！大人，卖粮的百姓多了一群陌生的面孔，正在卖粮，而且大声地问问，他们还叫嚷着粮库没粮，这不简直就是在扰乱民心吗？快请大人决断！这必然是4大粮商从中作梗，城内粮价大跌，他们首当其冲，这才疯狂扫荡，想要维持垄断。现在城内粮价可降，大人，我一直在派人盯着，各国的商户均未动静，现在尚未降价。什么？尚未降价？哎，这如何是好啊？按照他们的实力扫荡，粮库里的粮食只怕会很快受苦。此事若让百姓知道，势必引发新的恐慌。是啊，对，传令下去，把这些别有用心的人都赶出去，放慢卖粮速度。是，去吧。
他们巴不得引发骚乱，这么做倒是成全了他们。本官忽然改变主意，他们财大气粗，想要扫荡，那就给他们。本官倒是要看看他们吃得下多少。什么？大人，若是按照此速度，只怕用不了1天的时间，粮库内的粮食便会被一扫而空。城内的其他粮商还在观望，粮价依旧还是天价。这外面如此多的百姓，大人，这使不得呀！商贾观望，这是天性。开仓放粮只是计划中的第一步，即刻派兵封锁码头、城门，让城外的将士把那批粮食押送入城。但凡有靠近那批粮食者，格杀！是。务必要让全城的百姓看到源源不断的粮食进入到临江城内，一切按照步骤去做，临江城内的粮价1日之内必降。只要把粮仓内的粮食控制在1天之内，让市面上的粮价变得更低，这就算是赚了。市面上的货他们扫不完，就按照本官说的去做。放粮。是。玉，见此令牌如陛下亲临。自即日起，关闭城门，一粒粮食不许出城，否则杀无赦。杜大人，待会儿就随本官去换个店长，咱们出去逛逛。套戏要开场了。大人，粮价是要暴跌了？踩踏要开始了。大事倾轧，在此等大事面前，4大粮商只不过是螳臂挡车。70文的收购价，算上路上的成本，足足到了80文一斗的成本价。现在卖1斗，还能大大的赚25文，再卖1点，倾家荡产，卖以低于105的价格全部抛售。狗日不讲武德，他卖我也卖，我的成本价更低。这万一御史大人真的服了他个10天半个月的，这粮食不让出城，那我不亏大发了？我93文，我也能赚上一笔。跌价到上面了，93文，真的假的？93文一棍，93文，粮食93文一斗了，哎，千真万确。这些外大人，这是如何做到的？这些外地粮商风声鹤唳，稍有风吹草动，必会纷纷飘走。这就是人性，谁都怕卖慢了，谁都怕倾家荡产，而一起包售就必定会导致粮价的迅速飙高。不到1刻钟，粮价就暴跌达120文之多，最低到93文一斗。大人的手段，下官叹为观止啊！93文一斗，杜大人，你未免也太小看踩踏效应了。这外地粮商只是打响了降价的第1枪，这真正的暴跌还没开始呢。大人可是说城内的大粮商还未开始兜售？但这绝不可能。赵钱韩林4大粮商一直互冲有无，铁板一块，他们不可能抛售。不过照目前的情况，大人的所作所为足以向长安有所交代。下官这就奏请女帝给大人起功。铁板一块，杜大人，你这次未免也太高看4大家族了。你且记住一句话，这句话不仅在大秦天下内适用，哪怕是100年后、1000年后也一样适用。同生异母，共死难；同富贵荣易，共患难。这天下利益之下无朋友。临江城粮价暴跌，从外地粮商入城，从本官开仓放粮开始，就没人能够挡得住。利益之下无朋友，临江城粮价暴跌乃是大，谁也阻挡不住。大人一番话，犹如一股灌顶般，令在下茅塞顿开。谢谢大人。高大人这阳谋属实是高明，属下佩服。只不过这外地粮商要是不恐慌放粮，那该如何收场？哼，这就是人性，根本抑制不了。临江城这7日涌入了不少的外地粮商，这些外地粮商人数众多，想法不可能一样，每个人所遇的困境不一样，则做出的选择则大不相同。临江城4大粮商手中的囤粮，基本都是去年的囤粮，再就是今年刚刚大灾，市场上50文到70文一斗，趁机囤粮。他们的成本够低，自然不好。而这些外地粮商则不同，今年广阳郡整体都不好受，整体粮价一路上涨。他们有的人是倾家荡产，想要大赚一笔；有的人则是高价售粮，不惜远跨几10里，
想来赚个差价，而这几十里的成本，就是一个恐怖的数字。更不用说，有的人是闲钱买粮，有的人是倾家荡产买粮，如此人心难起，他们的恐慌抛售就是一个必然的结局。再者，就算他们无一人抛售，那本官就以死谢罪，拿本官的人头去向女王陛下谢罪便是。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一个疤，这算得了什么？大人，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心态，下官佩服。是吧？黄大高大人为何将县衙访谈张继的当日，就令婚后内里随身宝，就在内里留下了一坨肉？难道不是害怕民愤太大，赶尽杀呀？不止如此，大公子还命奴婢贴身保护，寸不离。哎呀，临江城大事已定，不必再赶，坐等梁家报爹便是啊。临江城内的粮价既已低至93文一斗，那就派人大肆扫荡，再下公文。县衙内粮仓充裕，再下15文一斗，是要90文一斗。李老，大事不好了！现在临江城的粮价已经跌至93文一斗了。怎么可能？我等并未出售，并且花费数十万两扫货，这临江城的粮价怎么会跌这么多？再敢胡言，老夫定将你乱棍打死！是外地粮商啊！近日出现许多外地粮商，他们不按规律肆意抛售，按照这个下跌的速率，恐怕很快就会跌至90文一斗啊！放屁！我临江城市调价为大，哪来这么多外地粮商？滚！是。老夫玩了一辈子鹰，没想到今天竟被鹰啄瞎了眼睛。林老，你就别卖关子，这高御史到底想要做什么？诸位不妨想想，这粮价提高至150文一斗，受益的除了我等，还会吸引到谁？这高阳抬高临江城粮价，吸引外来商贩售粮。这高阳来到临江城，将粮价提高至150文一斗，远超周边粮价，势必吸引眼红的外地商人疯狂涌入临江城。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便会下令县衙粮仓开仓放粮，以105文一斗的价格抛售，令粮价大跌。可惜我等竟然还未意识到这一点，竟然105文的价格全面接收了县衙粮仓的粮食。林老，大事不好了！县衙张贴保文，令临江县县衙粮仓以90文一斗的价格售卖，又足足亏了15文呐！御史大人真要我们命啊！我还看见衙门的人穿着便衣，以93文一斗的价格买了不少的粮。我等以105文的价格扫县衙粮仓的粮食，县衙却拿我们的银子以93文一斗的价格去进货，再以90文卖出，一来一去，他竟然还倒赚9文钱了！高阳，老夫倒是想成了他。不急，我等还未输。我猜县衙粮仓应该全是沙子，只要我等同心协力，恪守底线，粮价迟早会回暖。我等还是能赚大钱的，但若是我等抛售，这临江城4大家族可就穿完了。林老此言有理，我临江城4大家族共同进退，只要我等掌握粮食，未必会输。老夫这次回府下令，禁止一粮食流市场，告辞。林家主放心，我4大家族情同兄弟，绝不会做损人不利己之事。告辞。林老，我这就去吩咐林家的铺子，一文不降。臭货！老夫不卖，他们卖了怎么办？若到了那时，等待老夫的就只有破产这一条路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明面上不卖，暗地里尽快的去卖，给老夫以90文以87文的价格全面抛售，87文一斗卖出去。
要是这批粮食砸在手里，我林家可就彻底完了！快去！是，快去！报禀国大人，临江城廉价已低至90文一斗。报禀国大人，临江城廉价已低至86文一斗。报高大人，临江城粮价跌至80文一斗。启禀大人，临江城廉价已跌至70文一斗。侦查不错。待大人返回长安时，下官将此茶给大人备下。当然是自掏腰包，纯粹是人情往来。茶就不必了，直接折现。本官不喜欢这些俗物，咱们直接。高御史，上官大人，你看这么紧张干嘛？本公子是这种人，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大人，下官还有一事不明，这4大粮商为何会被如此踩踏？若不是他们的抛售，单凭外地的一些粮商，短时期内粮价难以跌得如此之快呀。这4大粮商因力团结在一起，也注定会因力纷纷而起。自古以来，人性如此。相比较外地的粮商而言，他们的成本已经足够，省去了运输、人力这些成本，但是不代表功不完。如今女帝陛下雄才伟略，但是大秦的光景连续3年不好。如果单从1年来看，好光景和坏光景是五五开，但若是从4年来看，在他们的眼里，明年好光景的概率要大于坏光景。一旦连江城的粮价稳定，他们积压的粮食卖不出去，明年将会变得极其明显。一旦明年收成好，新粮尚且足够，那就更别说陈粮。粮价低至30文，那也是常见。他们宁愿割肉离场，也不愿取得明年血亏。明白这一点，你们就清楚他们的所作所为。先动手，自己活；别人死，后出手；自己死，别人。哎，若他们一起联合，互相约定，全都不卖呢？哼，口头约定不过是个笑话罢了。每个人都会想，也会卖。如果别人偷偷卖，如果别人卖，那我岂不是完了？如此心理之下，一定有一个人会先卖。临江城这么个屁大的地方，他们就是当地主者，根本瞒不过其他3家，所以踩踏那是必然的事情。只是我没想到他们会砸得这么久，这简直就是以饭抵死命。下官感谢大人指点。定国公府出了个不得了的麒麟子。对了，为官者长一城之百姓，切勿计较一人之得失。此次暴涨暴跌中，必有破产的商人，也必有及时收手大赚的商人。为官者只需掌握大局。下官多谢大人指点。接下来只需要按计划一步一步的来。临江城很快就会步入稳定。大人可是说修葺县衙，举办大型赛事？临江城此次危机不仅仅是粮价暴涨，其根本原因在于什么？暴雨冲田，粮食欠收。大灾之年，百姓失去收入来源，这才是粮价暴涨的根本原因。如今粮价已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百姓的收入问题。只有百姓有钱赚，才能在这场大灾中活下去。否则，对于百姓而言，50文一斗，亦或是250文一斗的粮价，根本就没有区别，终归是买得起。大人有王佐之才，下官敬佩。陛下若得大人辅佐，定能开创大秦盛世。多大人谬赞，本官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顺势而为，只是出于自保而已。大人，最新消息，前赵韩林4家彻底撕破脸，钱家家主首次将粮价调至70文一斗。知道了。
快去吧。哎呀，如今临江城粮价已跌，本公子的任务也是完成了。爹要返回长安城了，这里的一切就交给杜大人了。大人这就要走？临江城的粮价已成定局，本官再留在这儿也没多大意义。这是本官给这几日到访过的寺庙方丈写的亲笔信，待到府衙翻修之时，另可派人将其送去。杜大人的本事，那临江城的百姓是有目共睹，本官很放心。这份功劳，本官写到这儿就够了。倒是杜大人很需要这份功绩。大人如此待下官，下官无以为报。举办大型活动以免3年商税为条件，这件事按大前规矩需要陛下点头。本公子回到长安城后会敲定这件事，只有一点，在下需要提醒杜大人，切莫因为大灾之年怜悯百姓而大涨工钱，否则只会弄巧成拙。大人所言，在下必自此铭记于心。那这里的一切就交给杜大人了。大人这么着急便走，下官还未曾好好款待大人，不如再多留一晚。陛下并未规定期限。算上路上的时间，估计长安城已经炸开锅了。哎呀，本公子真该回去了。大人，都怪在下愚钝，下官曾2次上书弹劾大人，以致将大人踢风口浪尖之地，还是让下官送送大人吧。那就劳烦杜大人了。玉罗，跟随本公子去收拾收拾行李。行。怎么总觉得怪怪的？消息传播较慢，近几日还会有外地的粮商陆续抵达临江城码头，可将其全部闷杀，逼他们割肉。但是粮价不可一路低下去，否则百姓会想还能再低，中间亦需要此起彼伏。至于如何去调控，本官已全部写了下来，杜大人只要照此去做便可。下官拜谢公子。这是临江城本地的一些茶叶，还望高公子收下。朱大人，真是有心了。山高路远，那本官就在长安城等候杜大人的好消息啊！谢谢。哎呀，大人，那可是年足足3年的俸禄啊！旁边还有个上尉大人，这万一要是传到陛下那里，什么3年俸？那就是临江城本地的一些茶叶。何况本官一生坦荡，从未欺压百姓，又未曾求高公子办事，纯粹是表达感激之情。纵然是女帝知晓，那又如何？本官曾2次上奏怒斥高公子，以致高公子刚把临江城的粮价打下，就要马不停蹄赶往长安。本官若不聊表心意，那还是是微服，本官要3奏女帝。将这封信以最快的速度传至城门，直达陛下身。高公子，这临江城的茶叶也不是什么贵重物件，才100文1两，这么紧张兮兮的干什么？上官大人，你这就不懂了。须知情义大一切。这次回长安，怎么也得享受享受吧。毕竟都穿越了，这不得去青楼一趟？不过这重量也足以说明杜江是个实在人。不对，你这茶叶盒里装的到底是啥？给我看看。
上官大人，这山路不稳，马车颠簸，男女授受不亲。要是这样靠近本公子，这在挣扎之中，或者是颠簸之中，我不小心亲到了哪里，又或者是摸到了哪里，本公子可是会喊出来。你还喊出来？我明白了，你当初说那番话，就是想引起杜大人的怜悯之心。明明几件衣服你说走就能走，但却收了半个时辰，你分明就是在给杜大人取银两的时间。这个茶叶盒里根本就不可能是茶叶。高阳，你这是自误，是在当众贿赂。上官大人，您要是这么想，那我就没办法。您说是，那就睡吧。这宋家大小姐也太漂亮了吧！听闻宋家和高府大公子高阳有婚约，真是便宜了他。你这哪来的消息啊？宋家早就前去高府退婚了，整个长安都知道，你不知道？我这段时间不在长安，这等大事我哪里知道？宋家大小姐站在这儿是在等谁？是崔公子。据闻崔状元去了清水镇，以雷霆手段镇压良将，短短几日便将清水镇良将以100文一担贬至82文一担。宋家小姐竟在此处迎接，看来宋家和崔氏有意联姻啊！这是丝毫不顾及高府了呀！青青奉父亲大人之命，特在此处迎接。宋小姐前来迎接崔某，真是崔某天大的荣幸。父亲大人已为公子设下接风宴，崔伯会在府上特为公子接风洗尘。好，待崔某上禀女帝陛下，便立即前往。哈哈哈！崔状元夺胜归来，明日早朝，宋然一事，高乾隆也当不是朝廷大事，老夫必参饮一杯。哼，这宋家实在是没有将我高府放在眼里，竟然让那个宋青青当众去接崔星河，简直是过分。宋家趋炎附势，女帝身边又缺心腹，宋家在崔星河身上下注，这事很难理解吗？这等女子没有加入我高府，也算是一件幸事啊。那崔星河提前返回长安，那就说明清水城大局已定，最起码也是82文一斗。这个孽畜，临走前我就嘱咐他，宁可不做，也千万不要做错，否则怎会酿成如此大祸？老夫倒觉得欣慰，欣慰。这再蠢的纨绔，就算是傻子，也不会做这种荒谬的行为。这证明什么？证明杨儿正在想奇招，否则怎么赢那满腹经纶的崔家状元呢？我高家认可站着死，也不能跪着活。只要老夫在，就能庇护高家。而且这几十年的直觉告诉老夫，杨儿并非庸才，棋盘尚未落子，又怎可轻言胜负？难道是朕看错了吗？你呀，真是让朕有点失望。罢了，纸上谈兵，终究是难当大任啊。陛下，上官大人派人快马送来一封信，务必要让陛下亲启。不仅如此，杜大人也在此派人快马送来奏折，并特地嘱咐这份奏折需陛下亲启，再抄录为御史台。难不成临江城已激起民愤了？
看错人啊！御史台那帮谏官这几日没少恶心朕，明日朕一定要好好处理。这份奏折就不用抄录了，都下去吧。是。粮价1日之内暴降150文，甚至要降到50文一斗。好一个定国公之孙呐！朕还是小看你。哎呦，折腾了这么久，终于回来了。这一次，我一定要好好发骚。怎么能叫折腾呢？这是为大钱做事。当官者应当为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无上的荣耀。上官大人说的对，只要上官大人开心就。高御史，上官大人，陛下有旨。今日早朝，陛下要召见。陛下驾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爱卿平身吧。谢陛下。今日朕要论功行赏。陛下，崔状元以雷霆手，短短7日就令清水城的粮价低至80文一斗，实乃王祖之才，恳请陛下重用。陛下寻天下英才，不用开创大强万世基业，甚至不惜以清水临江而成作为尝试。眼下高下立判，还请陛下有功重奖，有过重罚。臣等复议。陛下，一城之百姓开启彼日，现漓江城10万百姓置于水火之中，实乃暴君，必将被史册狠狠唾弃。严大人，说吧。老臣想说的已经说完了。不过，漓江城之事若不抓紧管控，任由其粮价继续暴涨，一旦引起骚乱，席卷天下，陛下将是天下的罪人。陛下，臣愿前往临江城为陛下分忧。崔状元造才啊！崔状元心系百姓，乃我辈之楷模。都说临江城的粮价暴涨，可朕怎么听说临江城的粮价已经低至70文一斗了呢？啊？这怎么可能？临江城粮价降至70文一斗？70文一斗？前2日不是还传来消息，说是突破了200文一斗吗？这是临江城府衙渡江昨夜加急传来的奏折，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2日之前临江城的粮价1日暴跌到70文一斗，甚至现在还在持续下降。定国公之孙高阳下令张贴榜文，粮价不得低于150文一斗出售，乃是利用了商贾的贪婪之心，让城外的商户纷纷前往临江城。至于其他的手段，上面写得一清二楚，尔等自行观看。一个栋梁之才，被尔等心胸狭隘之人疯狂弹劾，朕甚是心痛啊！天下竟有这种手段，可他下令重修县衙，大灾之年竟然举办如此大型活动，这岂不是鱼肉百姓？这作何解释啊？至于这个问题，崔爱卿好奇，朕也好奇。宣临江城监察御史高阳觐见。宣临江城监察御史高阳觐见。臣高阳拜见陛下。临江城的粮价骤涨，朕已知晓。杜县令在奏折中说，要重修府衙，举办大型的隆丰活动，阿得头筹者可免3年的商税。此事是真是假？启禀陛下，这是臣的主意，还请陛下恩准。大灾年间压榨百姓，可
高御史，你可知此事已经引起众怒，有多少人在弹劾你？大灾年，百姓食不果腹，高御史这样压榨百姓，真的合适吗？高御史欺压百姓、愚弄百姓，可是大罪。难道高御史添加了一个幸福的理由吗？臣想问王老将军和崔壮以及满朝弹劾本官的诸公们一个问题：臣在离开临江城之前，粮价就已经降到了70文一，外地粮商的加入，本地粮商的兜售，粮价甚至已经低到了50文一。就算是50文一吧，真就是所有的百姓都吃得起吗？朝廷真的有那么多赈灾人吗？一味的开仓放粮，只能延缓百姓死亡，老百姓没有活干，没有钱赚，这才是真正的。一味放粮，甚至还会导致一部分的灾民每天都在等着救灾粮，超市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粮食。如此，只有以工代赈，让老百姓有活干，有钱赚，这才是上上之策。何为以工代赈？大灾年间，老百姓手里没有银子，买不起粮食。但是他们手里有劳动力，故此臣才斗胆提出翻修府狱，其目的不是为了镇压百姓，而是为了让临江城的各大富豪看到，天灾之下，老百姓可以为了一口吃的而低价干活。例如，只要10文钱一天，加上管饭，灾民们就可以感恩戴德。若是各大府衙加上生豪们联手，加上临江城的粮价趋于稳定，那么就会有一大片的灾民就能撑过去，这就是以工代赈。好一个以工代赈！可当然是以工代赈。我大人何必如此欺压百姓？10文一天，未免太苛待了。大强百姓下的劳动原来30文到100文，并且就压得很低了。王老将军，你若是不懂民生，可以不开口。适当沉默不丢人，总比贻笑大方要好。高有钱，找死不成！定国公府的人，还轮不到你老匹夫来威胁吧？有老夫再也有你说话的份儿。杨儿，尽管说，大胆的说出来，让我大仙这些弹劾你的苦苦之臣，让他们好好听听。王老将军，灾民修缮府衙固然可以30文一天，甚至是50文一天工钱，但王老将军可否想过，提高工价，当地富商是否会跟着？富商在大灾之年修缮宅子，其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便宜，只有府衙来做这个恶人，让灾民们叫苦连天，这当地的富商才会心甘情愿地提高工价，来收获一波好名声。若府衙工钱良心，富商们既无利可图，又无名可图，把他们吃饱了撑着，该他们什么？高阳，那你去寺庙也并非单纯去拜佛吧？陛下圣明，臣去寺庙只是为了观察各个寺庙的成就，再用身份和寺庙的主持套好关系，只是以一个信徒的身份自居。临走之前书信一封，告知寺庙成就迟早要翻修，那不如趁着大灾之年赶紧翻修，要不然之后工钱就会更贵。最后打出我佛慈悲济世救民的旗号，他们根本就没有理由拒绝。如此，富商、寺庙既赚取了利益，又获得了名声，而百姓们也靠自己的双手赚得了工钱，单方各取所需，那灾民也有一条活路可走。不，这不可能，这真是高阳能想出来的计谋。那举办大型的龙舟活动又有何用意？启禀陛下，我大前重农抑商，商税颇重，若是以拔得头筹、免除3年赋税为条件，不光是当地的富商，就算是外地的大富商也必定心动。大型活动之下，甚至是临江城附近的百姓都会蜂拥而至，这人一多，消费自然就带起来。不光是饭店、旅店，所有商贩生意都会大好。再想办法将赛制拉长，增加多个摊位，那消费拉起来之后，3重手段齐下，灾情自然就过去。高阳，你可知此事一出，你会背负上老百姓骂？背负区区骂名就能救千民，
万民，那又如何？再说，我定国公府家风向来如此。高御史大法呀！高御史乃我辈之楷模。高御史真是年轻有为，我严正刚才错怪了高御史，无言乱语，还请陛下责罚。朕必然要罚。御史大夫严征暴露将军王忠，立部尚书宋礼，罚俸禄2个月，以儆效尤。谢陛下。高阳，你凭梁家有功，可要什么赏赐？陛下，臣想入主户部。户部，高阳这般表现，应当为中书舍人常伴朕左右，可他竟然又进户部。孽子，好好的书中舍人不做，来户部做什么？高阳，蠢才一个，居然选择入主户部。也好，此次是我输了，但日后我们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定国公之孙高阳平定临江城梁家有功，赐户部司员外郎，保留监察御史。崔兴和凭江水城梁家有功，升中书舍人。臣拜谢陛下。谢陛下。退朝。恭送陛下。总有一日，我会向世人证明，崔氏崔兴和并不比你高阳差。此等做法是不是有些唐突啊？孩儿入主户部，纯粹是因为父亲乃户部侍郎，那有关系才好走动嘛。孩儿可以在户部横着走，这入主户部才是正道。哎呀，那中书舍人乃是女帝颜面，孩儿素来行事比较荒唐，平常又喜欢去那什么风雅之地听听小曲，这要是常去，肯定要被御史大弹劾的。杨儿，你就为了那长安的勾栏，中书舍人你都不做啊？你真是我高家的人才啊！孽子，今儿你难逃一打。哎呀！哎，你追他有何用啊？等他回府再打他呀！一点都不随我的智商。走，去。马儿，你把临江城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的告诉朕，朕要知道全部。这高阳啊，在临江城做了很大的业绩，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高阳到临江城的第一日，就把后面的每一步都规划好。这高阳可真是个人才。马儿，你对这高阳怎么看呢？此人虽有经世之才，但一正一邪，十分大胆。哦，这胆大从何说起啊？陛下，臣还跟在他旁边呢，他就敢公然暗示杜大人送礼，而且臣严重怀疑他就是故意要坑杜大人一把的。只可惜杜大人两袖清风，一心只读圣贤书，否则现在还蒙在鼓里。这天下无奸不商，无官不贪。这高阳给了杜江一份政绩，杜江这点回礼不算什么。天下大才者，朕不怕他们贪，也不怕他们色，朕怕的是没有弱点。但凡有弱点就好把控，就能为朕所用。可陛下，他的大胆还不止于此啊，他还想看臣的腿。说到这儿，那他岂是大胆？他不光想看你的腿，自朕登基之后，在这朝堂之上公然看朕的腿的人，他是唯独一个。这什么？他竟然敢公然欣赏陛下的腿？这当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不成？我定要掰了他的眼睛！无妨，这女帝谁又不想征服呢？但谁又能征服得了呢？
都散了吧。小小临江城显位，搞得跟中了状元似的，让人看了成何体统？杨儿，随我到后院，老夫有话要问你。爷爷找孙儿来此，恐怕另有深意吧？为何长多？果然如此大的变化，必定要给爷爷一个合理的理由。定国公府树大招风，爷爷在军中又有无上威望，孙儿纨绔会令许多人心安，反之则容易招先帝猜忌。杨儿之前的伪装也太像了吧，害得老夫都差点亲自去领粮库了。好吧，孙儿摊牌了。孙儿本来想一辈子当纨绔，潇洒快活，勾兰听曲，只是没想到先帝突然暴毙，新帝登基，朝臣又对我定国公府虎视眈眈，孙儿只能挺身而出了。这个理由还是有些说服力的。那老夫就不问了，老夫只想问你，当日胭脂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若被设计，此仇必报。当日荣亲王之子邀孙儿饮酒作乐，期间又以宋家之女宋青青故意激孙儿，孙儿一不小心就上了当。那你可知，那宋家女子当众就退了我定国公府的婚约，就在昨日又在城门口亲自迎接崔星河回长安呢。阴历退婚，自然也会阴历接近崔星河，这很正常。不出意外的话，这几日他还会转心。那你想怎么做呀？这长安都在盛传，你对那宋家长女是颇有动心呐。娶她回来当定国公府的当家主母如何？你看那是什么？一根普通的棍子。虽有普通，但断你3腿，只需3棍。孙儿只是随口一说，爷爷切莫当真。孙儿一定会让他后悔与我定国公府退合。好了，言归正传，荣亲王那可是钦点的辅佐大臣，那武成设计算计你，你想怎么办呢？当然是报复。若没有荣亲王的首肯，那周武定然不敢如此设计孙儿。朝中一众弹劾孙儿的朝臣背后，定然有荣亲王的影子。说到底，他就是不想让我们定国公府权柄滔天。若孙儿没有得到女帝的侧目，这件事情就会成为荣亲王刺向爷爷的一把刀。好，你想怎么做，那就大胆去做。记住，定国公府是你坚强的后盾。至于尺度，老夫就不多说了，你自己找。这长安日后毕竟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呀。其实孙儿已有一计，只是还需要时间布局，等时机成熟。就算荣亲王是先帝的首孙，手握丹书铁券，孙儿也有办法让他满门抄斩。那就大胆去做。这少年就该有少年的样子，该露峥嵘就露峥嵘。爷爷还等着看着你的手段呢。是，去吧。不是，老夫还等着看着你的手段呢。如果你能兵不血刃杀了荣亲王，我定国公府定能在大清繁衍，老夫纵死也可含笑九泉呐。大公子，床已经给您铺好，可以歇息了。玉老，我从临江城带回来的茶叶呢？您被老国公叫到后院没多久，茶叶盒就被老爷拿走了。父亲大人，算你有点孝心。俺知道从临江城给我带点特产回来，那茶叶虽不贵，但是沉甸甸的，算你有心了。临江城距离长安200多里，果儿有心啦。儿什么时候说
那茶叶乃是送给父亲大人的特产啊！孽子，你还想瞒着老夫？那上官大人已经告知老夫了，那茶叶乃是你从临江城专程带回来孝敬老夫的。哈哈哈哈！上官婉儿，我的钱，你给我等着！孩儿本来是想给父亲一个惊喜，没想到上官大人先说了，那茶叶珍贵，还请父亲大人一个人品尝。哼，孝敬归孝敬，但是一码归一码，爬着把屁股撅起来。父亲大人这是想干什么？你个孽子，你忘了老夫给你说的话了？放着中书舍人不要，非要跑到户部混吃等死，今日非得给你点教训看看。啊！父亲难道特地过来，不是来感谢孩儿的孝心，而是来抽孩儿的？这两者并不影响。家法拿来。哎呦，这一切都怪孩儿。中书舍人乃是女帝的近臣，身为中书舍人，就会成为母亲大人的骄傲。孩儿居然因为怕中书舍人事务繁忙，就让给了那崔星河。母亲大人，你就让父亲打死我吧，孩儿也不想我了。养儿，千万别做傻事，今日有娘在，你且放心。你看看你，给孩子都欺负成什么样了！养儿现在如此怯懦，你这个做父亲的难辞其咎。夫人，这逆子在金銮殿门口可不是这么说的，这不可当真啊！谁在百里之外还惦记着给你送茶叶？多么孝顺的孩子！你真是，你这个没良心的，给如此孝顺的孩子都欺负成什么样了？甚至尽孝还得上官大人提点。要是养儿做什么傻事，我也不活了。夫人，好你个孽子，敢设计我！你给我等着，这事没完！夫人，夫人，是何人要见本公子？草民陈胜，临江人士，见过高公子。临江人士，你追本公子一路追到了长安，有何事？草民曾在临江城许诺，若高公子让临江城粮价降下来，草民愿意追随公子做牛做马。若是本公子没有降下临江城的粮价呢？那自然是以命抵命，定让公子血洒当场。起来吧。谢高公子。本公子没想到你这么大义凛然。若是以后要你做的事情非你所愿的，陈胜既然来了，那这条命就是公子的，只要不屠戮百姓，一切听公子安排。有点意思，留下来吧。谢公子。去府衙查一查有没有案底，再到临京做一下实地调查。既然这位大公子选的，就把妻儿一并接来找他。是。行。臣派人告知了户部侍郎高峰，说高阳从临江城给他带了一盒茶叶，但是呢，他不好意思让高侍郎亲自去房间取。这高阳心眼小，你这般逗他，以后要小心点啊！私等中途浪子，臣不怕的。陛下是有烦心事儿？朕刚登基不久，这天下并不太平，藩王拥兵自重，再加上朕是个女子，更加的不服。这削藩是在陛下，但这削藩一个搞不好，就会引起大秦的内乱。让朕更加愤怒的是，这荣亲王贵为三朝辅政元老之首，前几日跟朕争吵后，便借故大病不来上朝。这眼中还有没有朕这个女帝了？大前看起来太平，实则牵一发而动全身。陛下，事在人为，我大浅终将在陛下的手中迎来新生。报，关中刘武8万里加急，关中大旱数月，爆发蝗灾，数百万百姓受蝗灾影响，恳请陛下出手赈灾。什么？关中大旱爆发蝗灾？
100万百姓等着赈灾。传朕指令，速召朝中3品大员齐聚御书房。朕给他1刻钟的时间，1刻钟不到，后果自负。是。等等，召定国公之孙高阳前来旁听。是。朕刚继位，先是广阳郡洪涝，又是关中大旱，难道真是天要灭我大钱吗？公子，此人你记住了吗？记住了，公子，有何吩咐？这几日你便盯紧这个荣亲王之子周武，他只要出门，你就盯着，摸清他的生活作息，这一点应该不成问题吧？公子您放心，我等皆是退步老兵，跟踪杀人，皆异于水准之上。你就不问问本公子要干嘛吗？身为属下，照做就是，其他的不应操心。去吧。是。刚刚本公子在街上发觉有些小娘子眼神不对劲，你可知怎么回事？应当是怕大公子暗中尾随，或是晚上一棒子打晕带走，或是下药夺其身，亦或是先杀其夫。本公子看起来有这么恶毒吗？哎呀，大公子您有所不知，自打您朝堂上系侯爵一出，长安百姓对您是畏之如虎，临江城手段更是令上古闻风丧胆。这想法确实有可能。你其实可以委婉一点的。保驾，结账。这位客官一共消费103文。干吧，你来。大公子，属下也没钱。宋小姐，好巧啊！哎呀，果然是如我所料。只要我出现在这高阳面前，他就会跟条狗一样乖乖贴上来。高公子，有事吗？我就说认识人家宋小姐，你这伙计还不信？人家可是朝廷大员，会缺你这点钱吗？我那位公子消费103文，宋小姐是现在给还是待会儿一起算？高阳，滚！高阳，你去哪儿了？你知不知道我等了你多久？又差点找了你多久？发生什么事了？关中有蝗灾之危，陛下有令，命3品以上官员以及你一同进宫商议对策，速速随我入宫。快走吧！知道了。快入宫！乃大前肱骨之臣齐聚，难道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陛下，蝗灾自不就无法防范，乃是上天之惩罚，避无可避。以老臣之见，朝廷筹备粮食，先一步运往关中，做好最坏的打算。上天惩罚，丞相所言，难道是朕登基之后，上天容不得女子称帝，
所以才降此惩罚，作为朕的报应吗？臣不敢。关中数十万百姓，一旦蝗灾泛滥，必定民不聊生。尔等有何良策，尽管说出口，朕必定重赏。陛下，自古蝗灾便伴随着造反，老臣认为，陛下所得到粮食，还应调集훈练大军，提前部署部署，防止灾民造反，及时镇压。陛下，眼下蝗灾尚未大举爆发，如直接派大军进入关中，恐适得其反。更何况大军一动，这粮饷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与其如此，不如全力赈灾。高爱卿说的对，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要派军队镇压的程度。既然被想定的方法不行，请问高大人有何高见？本官暂无办法，但一味的镇压绝对是胡闹之举。呸！匹夫之勇，你有办法了？说，呸！你说，你说，我告诉你，顶都没办法，你不要那个。Only you can take me 取世經 ，Only you 能殺妖精鬼怪 ，Only you 能保我。唔使俾啲旁證蟹精的我，只有你。够了！朕让你们来，是来讨论办法的，不是看你们吵架的。崔星河，你可有何良策？陛下，自古以来蝗灾无人可抑制。据刘郡守所说，这蝗虫已经出现，而且良田遍地都是虫卵。这虫卵深入地下，难以根除，恐怕如今只能准备赈灾。对，崔状元所言极是，此乃天灾，仅只靠人力，绝无可能遏制。当及时赈灾呀！如此多的灾民，仅靠朝廷赈灾，如何能活？高阳小儿，你怎么来了？此等朝会，你个刘培也够资格？高阳。乃朕特诏，高阳，关中大旱，蝗虫虫卵泛滥，恐有蝗灾出现，你可有何妙计？陛下，此等黄袍小儿连蝗灾都没有见过，怎么可能有解决蝗虫之法？他要有解决之法，老臣直接天门，他所有不可。黄老将军，男儿一言胜过千金，那便一言为定啊。这高阳连蝗虫都没见过。能有搞定蝗灾的办法？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启禀陛下，臣有一计，或可令关中蝗灾全军覆没。高阳，你有何法子？大胆说，不用顾虑后果。朕和众爱卿自当考量。既如此，那臣便提出几点拙见。不过在此之前，臣需要确定一点。这关中郡守上书的奏折，这蝗灾是已经爆发，还是只有大量的虫卵尚未爆发？还未大举爆发，只是虫卵，但能让刘武上书，让朝廷做出对策，这数量必定够。高大人，大量虫卵必定会爆发虫灾，而且这虫卵都深埋地下，难以根除，这两者有何不同啊？崔大人，你有所不知，这其中的区别太大了。若飞蝗铺天盖地席卷而来，那应对的办法几乎没有，只能从赈灾下手。若只是出现大量的虫卵尚未爆发，那其中便大有文章。臣有3计，三计齐出，必定可大大延缓关中的蝗灾。第一计就是抓，如何抓？朝廷可颁布圣旨，百姓在田野之中抓捕蝗虫，抓来的蝗虫可按一定的比例兑换粮食。此旨一出，关中百姓必闻风而出。北大人还有高大人有妙招，没想到竟是可笑之计。哦，此计如何可笑？有知这田间之蝗就无法捕捉，哪怕捕捉，朝廷又拿蝗虫和粮食怎么对比？对比低了，百姓根本不动；对比高了，朝廷花费多的粮食。现在这蝗虫又有什么用？陛下，
孽子尚未见过蝗虫，一时之下说出了贻笑大方的政策，请陛下恕罪。臣回府之后定会严加管教。无妨，自古蝗灾难以解决。不过高阳，你这个对策确实欠妥。用粮食换蝗虫，这些蝗虫它根本就无用。陛下，谁说蝗虫无用？臣的第一计需要配合第二计一起使用，方有奇效。第二计又是何？臣的第二计就是吃，制定一定比例的蝗虫换粮，再将这些抓来的蝗虫统一烧烤晒干，其味道如同飞虾一样，可当做食物。这便可以给百姓一个不错的兑换。百姓愿意抓蝗虫，抓来的蝗虫统一售卖，售卖的钱可以一笔支出，这何乐而不为？吃蝗虫，陛下，此计万万不可，乃祸民之计啊！为何？臣虽没有吃过蝗虫，但博览群书，这蝗虫乃是有毒的，不能吃啊！高阳，你不走寻常路，一些法子我也十分惊叹，但论读史、博览群书，100个你也比不上我。崔状元所言极是，老臣曾任青州刺史，当地爆发巨大蝗灾，老臣亲眼所见，吃了蝗虫的百姓虽不致死，但身体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难受，此计乃殃民之计。陛下，高阳袖手回招，还请陛下大胆奏出，否则这场此子后果太严重了。徐相，所言当真？老臣所言句句属实。陛下，这天灾本就是上天之惩罚。高大人所言虽好，但蝗虫却有毒，此计行不通啊！高大人，我承认你有才，但此计万万不可行。历年之间，没有一次蝗灾是以吃而结尾的。崔大人，你说的对，但也不对。先前臣下必向确认，这关中蝗灾是已经肆虐，还是虫卵居多，这一点至关重要。高阳，你这是什么意思？臣先前看过一本古籍，里面就有对蝗虫的记载。这蝗虫体内结构特殊，分为群居性和独居性。简单来说，当蝗灾还未形成时，当蝗虫还未成群结队时，它通体为绿色，或者主体为绿色。此时蝗虫无毒，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油炸之后味道犹如飞虾一般。但若是一旦蝗虫已经成群结队，那颜色就会变成灰黑色或黄色，性情暴躁，甚至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形成毒素。若这个时候过量服用，则对身体有危害。崔状元和徐丞相说蝗虫有毒，指的就是这种群居性蝗虫。但眼下关中蝗灾还未爆发，完全可以鼓励百姓去捕捉绿色蝗虫。这我大前百姓众多，饮食文化又源远流长，完全可以把蝗虫作为一道美食嘛。荒谬，太荒谬了！蝗虫绿色如何变成灰黑色？陛下，靖国公之虽胡言乱语，妖言惑众，臣可以请陛下重罚。崔爱卿，这蝗虫真的分为2种形态吗？回陛下，此蝗虫的确有2种，乃绿色和灰黑色。此次蝗灾爆发，确实如高阳所说，乃灰黑色的蝗虫。但是有毒和无毒，绿色变灰黑色，仅仅是独居和群居的区别，这无从考证啊！臣认为此事太过滑稽，定不可能。为天下百姓，臣高阳愿为国献身。陛下所捕蝗虫，臣愿以身试毒，多多益善。只要是绿色蝗虫，臣皆愿以低价购买，为此也算是为国献身。前世这烤蝗虫可是要几块钱一串，这价钱都快和牛羊肉差不多了。我爱吃。高大人，你可知你所说的事关关中百万百姓，此事若是出了差错，不光是你，纵然是你，整个定国公府也承受不起。有些事，高大人还是要慎言。这他妈能是镊子说的？并且这镊子能读书，真是见了鬼了。事已至此，陛下，
臣定国公府愿以宅子、地契作为凭证，低价收一些蝗虫，缓解国库压力。臣也愿以身试黄毒，亲政逆子之话。高爱卿，此话当真？陛下，逆子好不容易大器晚成，当爹的自会支持。若蝗虫真的有毒，那银子就当为国效力了。想来陛下定不会看着定国公府满门饿死。朕还不至于让手下的臣子一力承担。既然诸位爱卿都没有方法，那就按照高阳的法子来吧。有些事情只有试了才能知道结果，至于亏损，朕从内库出。啥玩意儿？从女帝的内库？哦，原来是那个内库啊！女帝的私房钱，吓我一大跳。高大人，纵使你这本古籍记载的是真的，那也只是针对数量少且无毒的蝗虫，但这关中地域虫卵居多，正如高阳所说，乃是群居性有毒的蝗虫，这作何解呀？臣还有第3个法子，生物防治，天敌相克。高阳，天敌相克，此法从未听闻，你这是何意思？这天下万物相生相克，不光是蝗虫，其他动物都有天敌。例如耗子怕猫，兔子怕老鼠，虫子怕青蛙。一个地区某种生物突然爆发，一定是天敌减少。这蝗虫虽然诡异，但也难逃此规律。生物防治就是以此为思路。这个思路倒是有些意思，或许真的能解关中之围。高阳，这何为生物防治啊？天敌减少，环境适宜，这是蝗灾爆发的必要条件。旱灾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增加蝗虫的野外天敌。臣的方案就是在长安一带1天之内召集5万只鸡鸭，组成鸡鸭联军进军关中。这1只鸡鸭1天就能吃成百上千只蝗虫，这5万只1天就可吃5000万只蝗虫。哪怕对半折，那1天也能消灭上千万只。这眼下关中蝗虫还未爆发，多为虫卵，这数日之内就可以将其大肆减少。这日后哪怕蝗灾真的爆发了，那已经减少数亿只，甚至是数十亿只，那危害也已经大大减少了。此法，臣愿称它为生物防治。好，陛下不该如此呀！若蝗虫大举入侵，鸡鸭吃蝗虫，不该数百年没有能臣提出过呀！陛下，徐丞相所言不无道理，但其中理由臣也说过，这群居蝗虫和独居蝗虫是2个概念。一旦蝗灾爆发，非但鸡鸭不吃，连鸟也不吃，纵然很饿，那也吃的很少。但是这蝗虫幼虫可就不一样了，这对鸡鸭来说简直就是上天的馈赠。所以这蝗灾只能预防，一旦铺天盖地席卷而来，那应对的方法就很少了。陛下，高阳所说，他亦非所思。单居就没毒，群居就有毒，这不是无理取闹吗？陛下，此法从未听闻，还应当慎重啊！臣愿以臣父亲的性命做担保，臣所言皆是真的。好，朕就豪赌一次，用户部员外郎高阳之法，生物防治试一试，一切后果，朕乃大钱之主，由朕一人承担。但还有一个难点，关中地域辽阔，除刘郡守上奏的地方，其他地方应也有许多的蝗虫。那没有鸡鸭的这些地方，应当如何是好啊？这不难，蝗虫耐热耐干，它们最喜欢的产卵地就是干燥坚硬的河滩。当然还是最好有一点水分。当大地干旱，一些湖泊和河流开始干涸的时候，那这里就是蝗虫产卵的天堂。重点排除这些地方，以悬赏令百姓先抓，再以鸡鸭大军碾压，关中之危可解。说的都对，这些蝗虫的确喜欢河流退潮后的荒滩，可这些非知识渊博者不可能知道，你是如何知道的？这都是那本古书中所记载，臣大量翻阅古书，敢断定绝对属实，还请陛下速速赈灾。既然此法由你提出，那就由你去关中赈灾吧。陛下请慢，臣乃一介谋士，不懂武略，这率领5万只鸡鸭的大任，臣恐怕不能胜之。那你觉得谁合适？依臣看，此次赈灾之人，当是一名战功赫赫的武将。高阳，
你说是谁？王老将军能文能武，且言谈之中表现得对蝗虫习性极为了解，当是最佳人选。臣认为王老将军定能带领5万支机兵压将，大胜归来。陛下，定国公之孙说的有道理，这用鸡鸭如用兵，此事事关蝗灾，朕也不相信别人。传旨，立刻加封破虏大将军王忠为鸡鸭大将军，紧急调遣长安的鸡鸭，火速派往关中赈灾。臣谨遵陛下旨意。陛下，老臣还有些忧虑。严御史，有话直说。高大人所言，这个法子是不错，不过平素里百姓对于蝗虫乃视为天之大祸，认为皆是天意，有许多百姓不敢忤逆上天，所以甚至蝗虫到来肆虐良田，他们会纷纷跪下祈求蝗虫赶紧离开，这该如何是好？所以灭蝗难不在蝗虫，而是人心呐！如果人心不齐，所有的办法都微乎其微啊！陛下，严大人所言言之有理啊！各地史书均有记载，蝗乃天灾，非人力所能及。不说平头百姓，就连各地方官员都认为蝗乃天罚，不是人为能阻挡。这也是为何历年来蝗灾严重的原因之一啊！高阳，对此你可有罚？陛下，这法子自然是有。算了，臣还是不说了。这灭蝗效果差一点就差一点了。高阳，这事关关中100万百姓的性命，你这有法子直说就好，何必遮遮掩掩的？陛下，户部员外郎有对此而不说，乃欺君之罪，当重罚。对，陛下，这可是你们让臣说的，那臣可就说了，还请陛下赎罪。快说，朕恕你无罪。陛下，此局倒也好破解。陛下乃大前女皇，在百姓眼里本就是顺天意、育万民，只需陛下当众吃下一只蝗虫，再将一些蝗虫当众烧死，告诉百姓蝗虫只是害虫，而并非上天的惩罚。百姓的认知被打破，自然会为了装甲而奋力变化。高阳，你胆大包天！蝗虫乃何等污秽之物，你竟敢让陛下去吃，其罪当诛啊！蝗虫乃是害虫，陛下乃九五至尊，怎能去吃那害虫？这高阳太过无礼，恳请陛下严惩。陛下，这高阳其心可诛，请陛下严惩啊！孽子，休要胡说八道！你竟让朕吃蝗虫！陛下，百姓的认知必须要打破，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高阳，你大胆，其心当诛！够了！为了百姓的安危，朕愿意当众吃蝗虫。这女帝倒是挺爱民的。可陛下，关中距离长安甚远，眼下朝中还需陛下坐镇，如何去那关中啊？是啊，高阳，朕要坐镇长安，没有办法去关中，你可有别的办法？臣倒是忘了这一点了，这可就难办了。若是陛下无法去关中，那百姓肯定还会认为这蝗灾是上天的惩罚，乃是天灾，乃是蝗虫大限的惩罚，这肯定不愿意去灭蝗了。这蝗灾席卷之下，不光是关中地区要遭殃，只怕是这附近3郡数千万百姓也会牵连其中。你小子和老婆做什么？陛下，臣又有了。陛下既然无法亲至，那王忠将军手持圣旨，如陛下亲临，再当着百姓的面把蝗虫吃下去，自称乃灭蝗仙人转世，其灭蝗之罪皆加注其身，那倒也是可以。就是蝗虫丑陋，令人不适，王老将军愿不愿意？老夫这还有的选吗？王老将军年事已高，为了关中百姓，莫想我要当仁不让，失去蝗虫。陛下不用担心，等末将进入关中，先吃一斤，下酒尝尝。王老将军，无愧大前良将，朕大为感动啊！王老将军，
等你归来，朕定亲自为你接风洗尘。我将多谢陛下圣恩。高阳小儿，此仇必报。这高阳属狗的，真是逮谁咬谁呀！王老将军若是年事已高，臣还有更合适的人选。说来听听。陛下乃天子，那皇亲国戚自然也是可以，例如荣亲王、各地藩王，还有中书舍人崔状元，他们带陛下前去也都是可以的。不必了，王中一人足矣。王老将军此次前去，为了关中百万百姓的安危，其中的委屈，朕自然知晓。等王老将军凯旋，朕必重赏。臣多谢陛下，定无负圣恩。灾情不等人，这样就按照户部员外郎的计策，各部门一起配合，其他人先下去吧。臣等告退。高阳，你留一下。王后小儿，老夫记着，给老夫这仇必报不可。羁押大将军一路顺风，早日凯旋。高阳，你好大的胆子！陛下，臣何罪之有？这赌约是王老将军自己提出的，吃蝗虫，陛下无法亲治，臣这才提出让王老将军代替。陛下明鉴，臣这一切都是为了大钱，为了陛下着想。你的意思是，朕冤枉你了？臣错了。错哪儿了？臣不知道，但臣知道，陛下说臣错了，那臣就是错了。高阳，你是个聪明人，明白朕的意思，朕不必多说。毕竟这段时间王老将军有错在先，这件事儿就算是扯平了。王老将军年事已高，这次又因为朕为了大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些事儿你适可而止。陛下，臣一向尊老爱幼，王老将军他年事已高，纵然陛下不说，臣也不会为难他的。你可知道朕为何单独留下你？臣猜陛下是为了那5万只鸡鸭之事，那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陛下正在为此发愁。这征调倒是简单，但光中蝗灾过后，5万只鸡鸭回京，该如何处置？如果大量涌入京城，这价格必定下跌，总不能让朕将其圈养在这皇宫之中吧？陛下，这一点并不难。长安百姓饲养鸡鸭，但不舍得大量投喂，所以鸡鸭偏瘦。但到了关中，有大量的蝗虫可食，这些鸡鸭便会个个变得膘肥体壮。臣特意记录在册，征调便也是借，以瘦弱之鸡鸭换取膘肥体壮之鸡鸭，这笔买卖也不亏。其次，灾情紧急，事发突然，在长安城一带扫空鸡鸭之后，附近几城还尚不知道，这便有了可乘之机。陛下可派人及时去采购一批，高价投入到长安城中。若关中蝗灾紧急，则继续投入到关中；若不紧急，则可高价卖出。在我大田，猪肉价贱，百姓多食之；而大户人家则多以鸡、鸭等野味而食，这不宰他们一波，更待何时？如此，成本下降了，倒是亏也亏不到哪里去。妙，此计甚妙。高阳，你觉得这蝗灾真的是天上降下的责罚吗？这纯属是无稽之谈。与其说蝗灾是惩罚，倒不如说干旱、洪涝那才是上天的惩罚。这就是一种生物现象罢了。朕也不认为这是天降之罚，但朕认为人定胜天。不过，臣必须要提醒一下陛下，生物防治用人为等手段干预，只能降低蝗灾的危害。蝗灾还是会有，这不可避免。只是这最可怕的，一直都不是蝗灾，而是蝗灾过后的颗粒无收。陛下，你要做好赈灾的准备。你所说的一事，朕自然是知道的。历年的蝗灾，无论大蝗灾、小蝗灾，
这朝廷的赈灾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效果几乎微乎其微。朝廷颁发的赈灾粮，经过层层的贪污，到百姓的手中已不足30%。纵使历代的皇帝下旨贪污赈灾粮者，其诛满门，但效果奇微啊。但朝廷又不能不赈灾，不然死伤的百姓会更多。高阳，关于这官员贪污赈灾粮，你有何法？陛下，贪欲乃是人的本性，此乃人性，这不可能彻底消除。若朕下旨贪污赈灾粮者，将其剥皮宣草，这种重刑能否遏制人性的贪欲？陛下，莫说是贪污赈灾粮，哪怕是陛下下令贪污60两，就得剥皮宣草，甚至是当街处死，那该贪还是会贪，根本就没有用。那朕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贪污赈灾粮吗？贪欲不可能消除，但减少赈灾粮的贪污，臣倒是有几个法子。高阳，你有何法？法子倒是挺简单，只是说出来有点不太好听，而且陛下也有可能会背负上骂名。只要能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将赈灾粮完好的送到百姓手中，区区骂名又算得了什么？不过这遏制贪官对赈灾粮下手，不是天大的好事，为何朕还要背负骂名呢？臣的办法就是往赈灾粮当中掺入牲口所吃的草料、麸糠，甚至是细沙。高阳，你这什么破方法？往人吃的食物中掺杂畜生吃的东西，那粮食还怎么吃啊？而且关中的蝗灾一旦爆发起来，在民间无粮可受，他们已经够惨的了，你还要往他们的食物中去掺杂这些东西，那他们还怎么活呀？婉儿，你误会他了。国库空虚，赈灾粮是绝对不够的。那些官员贪污赈灾粮，无非就是为了谋取暴利，自古利益驱人心。这和临江城粮价暴涨是一样的。天灾致使百姓颗粒无收，继而推动粮价上涨，这粮商才会囤粮谋取暴利。这些官员也是一样，他们贪污赈灾粮，一部分是为了自家吃，另一部分则是为了高价卖出换取金银。那我一旦在这赈灾粮当中掺入麸糠草料，那这赈灾粮可就卖不出去了。即使卖出去，那也卖不了高价，没有高额的利益驱使，那这些官员谁又愿意为了冒着杀头的风险去铤而走险呢？更别说是自家吃了。既是贪官，那必定是养尊处优、贪图享乐之辈，又有哪个官员愿意吃这掺入砂石的粮食？如此一来，便能拒绝贪污，哪怕是贪，那也贪不了多少。毕竟，当风险和利益不成正比的时候，官员是不会铤而走险的。那百姓呢？奇怪，这胸也不大啊，怎么这么蠢？对于灾民而言，活下去才是他们的首要目的。别说是掺入麸糠草料，哪怕是树皮、观音土，他们饿了也得吃下去，否则哪来的人间一子而食的惨象？好，高阳，今日朕真是对你刮目相看。有了你的妙计，纵使关中蝗灾，但可以少死数十万的百姓。明日早朝，我就把这法子公布出去，我看那些贪官他们还怎么贪。高阳，你给朕出了赈蝗灾的妙计，又出了这赈灾粮的妙计，说吧，想要什么赏赐？陛下，臣这怎么好意思？哦，高爱卿如此客气，那就当朕没说吧。陛下，你金口玉言，岂能出尔反尔啊？行了，想要什么直接说吧。朕一向有功必赏，绝不苛待我大钱的功臣。陛下，臣想要一块令牌，近几日避难用。避难？这一切还要拜上官大人所赐。杜大人和臣之间一些正常的人情往来，硬是被上官大人给坑了。贾父到现在还没有打开那盒茶叶，
要是有3、5好友上府一时兴起要喝茶，臣要是没有一块令牌护身，臣怕再也没有机会拜见陛下了。再者，陛下也知道臣乃一介读士，行事比较谨慎。你这真不愧是读士谋己的身份，果然谨慎。这是朕的令牌，见令牌如朕亲临。回去告诉高侍郎，孩子大了，又是朝中的肱骨之臣，再打就不合适了。臣多谢陛下。行了，退下吧，朕也有些乏了。臣告退。婉儿，陛下，荣亲王休养了多日，待会儿派太医去看看休养的如何了。明日也该上早朝了。这天下的贪官有多半的银两都进了他的府中。朕有了高阳的妙计，明天上朝要是不看看他的表情，倒是显得无趣了些。是，晋国公之孙藏得如此之深，如此大才，装的和纨绔子弟毫无差别，竟差点连朕都骗过了。高家也算是后继有人了。陛下很看好这高阳，他的才能可当我们大前的丞相，就算崔星河和徐相相加，才能也不及他半分。什么？但是这个人优点和缺点都太过于明显。这优点善于洞察人心，玩弄人性非常之强，是绝世的奇才。那缺点呢？缺点，贪财好色，他样样不落。你可知道，刚刚数个时辰，撇了你的胸25眼，但撇了朕的腿，足足173眼。陛下单独留你一人，乃无上恩宠，你可有不敬之举？父亲大人放心，孩儿全程目不斜视，从未有不敬之举。当今陛下乃大前女帝，做臣子的当有敬畏之心，适当的距离还是要保持的。为父是从你这个年龄过来的，这陛下的诱惑力，为父清楚，但不该有的心思绝不能有，否则莫说你一人，就算是整个定国公府也十死无生了。孩儿知道了。对了，你这次的反击干得漂亮，为父心里也很解气。但羁押大将军和坑王中吃蝗虫一事，手段太过激，只怕会不死不休啊！父亲大人，你觉得那王忠在朝中屡屡弹劾孩儿，这背后只有他一人？我定国公府早就与他不死不休。你是说王忠背后是荣亲王？从孩儿被掳成坑，这场斗争就已经开始了。朝中大臣个个都是老，孩儿接下女帝陛下的求贤诏，这件事情他们不可能不知道。爷爷坐镇定国公府，朝中多少要给爷爷点面子。但是从临江城开始，针对孩儿的弹劾，针对定国公府的弹劾，一封接着一封，除了少部分正直的御史，其他都是。可荣亲王为何会这般明目张胆？答案很简单，以定国公府立威，逼朝臣站队，进而威胁皇权。父亲，这场风波早就退无可退了。王忠远离朝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若是孩儿接下这件差事，那荣亲王必定会横加阻止，暗中使坏。但若是王忠前去关中，那荣亲王一定不会坐视不管，诏令就会顺畅无比。此事你爷爷可知道？爷爷让父亲大人给孩儿一些银两，搞死荣亲王。好，我这就去派人送来。此事关乎整个定国公府，你自行把握。多谢父亲大人。大公子，您回来了啊！这是宋小姐托人送来的书信，请务必送到公子您的手上。你就告诉他，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不见不散。少爷还是……那老奴这就去备马车。备马车干嘛？少爷，您难道不是要去赴约吗？耍耍他罢了，这天色都暗了，还不睡觉去赴约？我脑子有问题啊！这封信拿去喂狗。父亲大人，杨儿要设计荣亲王这件事，难道我们真的不插手吗？那荣亲王已经骑在咱们高家人的脖梗子上拉屎，你让我高府还怎么忍呢？父亲大人，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有些担忧。毕竟朝堂斗争一招不慎便满盘皆输啊！杨儿还是年龄太小了，朝堂险恶，大意不得。哎呀，你太小瞧杨儿了，一次巧合，两次意外。趁老夫尚在，有人兜底，正好练练杨儿的手法，三家老夫梦寐以求的事情。好，那我这就从府中拨1000两白银送去。拨1000两白银做甚呢？不是父亲大人让拨1000两白银送去给杨儿对付荣亲王吗？我什么时候说？这个孽子，连他老子都骗。算了，他要便给他吧，只要不给姓宋的小妮子花，倒也无妨。是，父亲大人，我这就去安排。好，吩咐下去。老夫明日召集好友来府中商谈兵法，让杨儿站在一旁候着学习。我高家后人只懂毒计，不懂兵法，这传出去，岂不叫人笑话？是。小姐，天都快黑了，员外郎怕是不会来了。本小姐可是亲自给他写的信，按照这高阳的秉性，他必然视若珍宝，不可能不来。小姐，再等等，说不定是有什么事情给耽误了，再等1个时辰。难道是我记错了？不是这棵大槐树，你派人再去打听打听，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耽误了。好。小姐，小姐，不好了！奴婢在定国公府绕了一圈，发现了这个。这不是我给高阳的信吗？怎么感觉好像被狗啃过一样？小姐说的没错，奴婢在定国公府外狗窝附近发现了这个，上面还有犬印呢。为了这封信，奴婢还被狗追着咬呢。什么？狗窝？是的，并且奴婢打听了一圈，自从有时候定国公府就没有人出来了。小姐，咱们先回去吧。狗羊，回府。几位老将军请。哈哈。你我几位的交情就不必多礼了。以后老夫100年之后在高府还仰仗着几位的照顾啊！老国公，应当是定国公府日后多多照料我等才是啊。是啊，你家小子这几日的表现，纵然是老夫都心惊啊！商贾的活阎王，蝗虫的活阎王，现在还是贪官的活阎王。哟，这贪官的活阎王从何说起啊？早朝时，陛下宣布要向关中用赈灾粮食，还说要在粮食里掺些沙子，百官直接就炸了。荣亲王更是第一个站出来指责陛下苛待百姓，乃昏君之举。随后13位御史一同愤慨激昂怒喷，甚至当场表态，若陛下一意孤行，便撞死在金銮殿上。不是，这陛下如此糊涂啊？糊涂！老国公，不光你这么想，我等也是这么想的。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简直惊呆了我们所有人啊！陛下说，往粮食里掺沙子，就无法流通市场，高价卖出。贪官污吏们更不会吃掺了沙子的米，沿途贪官污吏便不会冒着杀头的危险去贪赈灾的粮。如此一来，受灾的百姓便多了一份生的希望。此话一出，我等简直惊呆了。
那13位打着为民请命的御史，还有荣亲王、徐相等人，脸都绿了，那真叫一个精彩呀！这是陛下的策略，和杨儿有什么关系啊？不过整个朝野上下皆知，昨日下午陛下单独留下你那孙子，在整个大前能够出此毒计者，除了高府的高阳，还能有谁？老国公，此次早朝，此子让荣亲王吃了鳖，以他的性格，必定会对定国王府下手，还需多加小心。老国公，说了这么久，还没见你那个纨绔孙子，快把他叫出来，让老夫好好看看。是啊，不错，老夫也好好问问，好回去好好调教我那些不教子孙。去，换杨儿过来，喝茶。呸！老国公，你不地道！那府中出了个了不得的毒士，就请我等喝这样的茶呀？啊，还不速速把府内的好茶拿出来！不错，这茶色，办好茶。是啊，各位老将军，稍安勿躁。前几日犬子去了一趟临江城，因降粮价有功，所以当地县令渡江特地送了一盒好茶叶，一直尚未打开。今日便与各位老将军一起品尝。来人，将房间内柜子最里层的茶盒拿来。来，去。老国公，大公子回来了。爷爷，父亲大人。不行了，长得倒是一脸清秀啊，看你这肚子里一肚子坏水儿。不仅瘦，看着还虚，回头到老夫府上，给你好好补上强肾之术。堂堂定国公府上的大公子，这要不行，恐怕要丢脸呐啊！杨儿，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左卫卫大将军吕老爷子。吕爷爷好。这位是秦大将军，秦爷爷好。这位是护国公赵老爷子，赵爷爷好。老国公，这小子不错，听说宋家那订了婚，老夫正好有个孙女，那是貌美如花呀。小子，你走运了啊！这吕铮膀大腰圆的，孙女不会也继承了他吧？不行。吕爷爷，实不相瞒，小子刚被孙家退婚，这一时之间对爱情是心如死灰，要就免吧。啊，那是老夫唐突了啊！那宋家目光短浅，敢退婚，这事你放心，就冲你这一声吕爷爷，老夫必为你出头。小子，多谢吕爷爷。不错，老国公后继有人，老夫深感欣慰呢。老爷，茶盒取来了。打开，给各位老将军满上，此等好茶，必然分享。是。老爷，这茶杯都装不下。逆子，这就是杜大人送你的好茶叶。父亲大人，儿子早就提醒过你，这也怪不得我吧？好了，不是这盒，速速去我房间，把我珍藏的好餐拿来吧。是。老国公，老夫年龄大了，这眼睛和耳朵都不好使了。老夫也什么都没看见。对。各位老将军，杨儿刚才一时糊涂啊，这样我先带下去教导一番啊。父亲大人，今日这教导，他是要免的。陛下御赐的选帖令，你怎么会有？昨日儿子向陛下献策，陛下特意赏赐给儿子的，还特意让儿子叮嘱父亲大人，说儿子是大清的肱骨之臣，大不得。早就听说这小子是个毒士，以谋己为主。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好了，闲话少叙，老夫今日叫几位过来，就是商谈兵法。大楚与我大前相邻，其野心不小。今日辩论，我大前若是出兵大楚，会用什么最小的代价克成，并能
攻克大楚。大楚地广人稀，城池坚锐，若是强攻，伤亡必然不小。自古以来，这攻城就是一块最难啃的骨头。除了强攻之外，大家可还有办法？这攻城一直伤亡最大，这一点谁不知道啊？啊！有你在这脱裤子放屁！老夫觉得，我大前应当改良工程器械，诸如投石车，再挖些隧道，到时候便可以出其不意。这投石车体型太大，而且精准度极差，大楚城墙高大，土砖夯实，只怕不奏效。再说这隧道，往远了挖费时费力，往近了挖，你以为大楚的将士都瞎呀？哼，到时候我们可以强攻。哼，可纵观强攻历史，往往伤亡巨大。若我等在此商议之后依旧强攻，那我等坐在这里还有何意义啊？老哥，我等在商议兵法，你在做甚呢？吃点岭南的荔枝，触犯天条了。你小子从小诡计多端，竟然当众吃起荔枝，哼，一定是胸有沟壑。爷爷，孙儿确实略懂一些兵法。哦，说来听听。正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乃不得已。好小子，老夫真是看走眼了啊！你还真懂经理。你快且说说，如何减少将士们的伤亡，快速拿下大楚？首先，两军对垒之时，我方先派出几人在城下叫骂，什么难听骂？首先骂他守将的老娘、老婆，再骂他的祖宗，再骂到楚皇的祖宗，逼他们派兵追击。关键时刻，我方派出一支军队从侧边杀出，将其击溃，再趁势杀入城中。这一招确实有很多将领用过，不过效果甚微。这年头，既能作为一城之守将，恐怕也不是庸才。小子，你现在我看你是那屎盆子镶了金边儿你。好小子，你还真吓了老夫一跳，老夫以为你还真懂兵法呢。各将军，陛下有请。何事啊？还让上官大人亲自来讲。行了，既然有请，那我们就一同前往吧。杨儿，随我一同前往。是。拜见陛下。看来这事不小啊，能说上话的全来了。我军与大楚交战，兵临城下，略占上风。对方将士发现打不过，干脆关闭城池，打算跟我军耗下去。最重要的是，两军交战多时，尸体众多，又加上近10几日阴雨连绵，军中已发生了瘟疫。虽我军及时处理，但军中将士因瘟疫死的众多。主将孙老将军启奏朕，要暂退3军。朕今日召诸位前来，打算问问诸位的意见。陛下，臣等来之前已经商议过，大楚地广人稀，城池坚锐，若是强攻，代价必然不小。除此之外，再有其他办法。我大前将士兵临城下，难道就只能退军吗？崔星河，你有何法？攻城难，守城易，有关瘟疫之事，事关小可，不可妄言。陛下，臣一时也暂无办法。堂堂状元之才，平时满腔治国论，到重要时刻难当大任。陛下，臣虽暂无办法，但高阳高大人毒计百出，或许他现在就有办法，不妨问问他。你高阳再有本事，难不成还懂兵法？一言不慎，必叫你满盘皆输。高爱卿，你有何法？陛下，我家杨儿不懂兵法，如有所需，老臣愿披甲前往。此次攻打大楚，好兵好粮，看似我军兵临城下，为小事，若此时退兵却被大败，唉，难道只能放弃？爷爷，孩儿确实不懂兵法，但是孩儿只知如何取胜。陛下，微臣有一计，或许能令陛下名垂千里。微臣此策可能略有一些大。营中有人感染瘟疫，那必然要处理尸体，而敌方搜证不出，微臣以为可命孙将军将感染了瘟疫的尸体用投石车投入到敌方的城中。如此一来，敌方城中的将士只剩2个选择：一，出城迎敌，直至击退我军；二，
缩成不出，以至于被瘟疫影响，而导致全城被瘟疫感染。高阳，此计太过狠辣，传出去对我大秦的名声不好啊！陛下，你就说此策管不管用吧。此计一箭双雕：一，解决了尸体可能感染我军将士的问题；二，解决了敌方将士缩成不出的问题。甚至对方仓皇出城，我军还可以杀他个措手不及，那极有可能就赢下了这场仗。陛下，万万不可呀！若用此策，我大秦的名声就被败坏了。臣也认为此计不妥。趁那烈士让陛下名垂千古，盼望看是让陛下遗臭万年，还请陛下严惩高阳。高侍郎口不择言，请陛下严惩。臣附议。高阳，除了此计，你还有何法？行吧，陛下，臣的确还有一策。微臣以为敌方缩成不出，但必须要用到水，因为水一日不可获取，因此我军只需要派出探马，找到敌方城池附近水的上头，然后将感染瘟疫的尸体投入到水源当中，那疫病必然会随着水进入城中。如此一来，不出1个月，那城池就会不攻自破。此策相较于抛尸而言，则更加隐晦。哪怕是他们感染了瘟疫，也不知道是我大秦所为。此计倒真不失为一条上策。虽未不为人知，但有违天和，万万使不得啊！陛下，陛下，我大秦自古有死者为大，落叶归根的说法，将士为大秦捐躯，难可在此遭见失手之说。此计有损阴德，高侍郎此言，实是陛下欲不忠不义之地吗？还请陛下对他重重严惩。荣亲王，将士战死沙场，马可裹尸，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保护家，守卫国。这些将士如果知道死了还能保家卫国，这何尝不是一种得偿所愿？高侍郎所言不虚，我军中之人岂有怕死的道理？若老夫死后还能为国尽忠，那老夫也可以含笑九泉了。我将也赞同。高侍郎，此招太过毒辣，你可知若此招不成，你该当何罪？陛下，微臣心知肚明，陛下可先将微臣押入道府。若此计不成，陛下可将臣择日问斩。来人，先把高侍郎带下去。传朕旨意，800里加急，密令孙老将军。孽畜！父亲大人，爷爷，你今日不该贪功冒进啊！当今女帝之雄心，老夫清楚，所以你不可操之过急，牵一发而动全身，亦会有大祸。孙儿知道，但风险伴随着机遇。此计若成，扳倒荣亲王，那就指日可待。你既然已经有了办法，那老夫就等着看着你的手段。但今日老夫过来是想跟你说一句话：狡兔死，走狗烹。今日贪功献策，长安可有很多人等着看笑话。今日如若你计谋已成，功高震主；若是不成，女帝也会保你，因为她需要你的才华。当有一天女帝不需要你了，那也就是我大秦真正的强大起来，而这贪婪也就成为你的取死之道啊！那爷爷有没有想过，若孙儿是一个不贪不好色、没有弱点且毒计频出的人，那女帝怎么会放弃？怎么会放权？这贪污好色都是你放出来的，还有那茶叶盒子也是你主动让女帝知道。你好被他所用。这贪污好色的确是孙儿的本性，但让女帝看到也是不一样。爷放心，孙儿生性谨慎，
在没有十足把握之前，孙儿会半错半对，行中庸之道。你可还有两全其美的法子？孙儿的第二个法子就能两全其美，只是有些大胆，怕吓到爷爷。你说，那就是拿下女帝，征服女帝。只要让女帝归心，那就不用再担心兔死狗烹，甚至这大秦的皇帝未来也未必不能姓高。孙儿还有第三个法子，不仅很大胆，而且还很细。不瞒爷爷，孙儿作为一介谋士，在蛊惑人心方面也颇有心得。混账！难道你不知道隔墙有耳吗？你再敢胡乱说，你信不信我打断你的双腿？好了，今天的训诫既然你已知，我和你的父亲就先走了，你呀，好自为之吧。该死的高阳！今天早上，艾玛就被高阳给陛下出的主意丢光了脸面。就在刚刚，他居然秀出一毒计，显了大秦之威。哼，你可有计扶本王没有定国公府满门？陛下，孙老将军传来捷报，已破大楚3座城池，不日正凯旋。好，传朕谕令，赶紧把高侍郎放了。此子确是奇才，有此子辅助，朕何愁不能完成霸业？陛下，此次虽然大破敌军，但此等毒计就是让六国不齿。六国中有不少人骂您是不好做。陛下，高阳此子过于毒辣，用了缺德，不用可惜，这放了又害怕。有此人辅佐朕，好坏参半，就是以后这史书上朕的名声有点难。罢了，赌点就赌点吧，只要能让大秦强大，百姓安居乐业，就算骂朕是暴君，朕也认了。孙儿拜见爷爷、父亲。哎呦，杨儿最近辛苦了吧？你给杨儿拨500两银子，你去赌坊也好，去这胭脂阁找花魁也罢，放松放松啊！孙儿，多谢爷爷。没事儿下去吧。哦，将长文带在身边，没事儿啊，多熏陶熏陶啊。是。荣亲我们也该算一算账了。呈上了。臣圣昨夜一夜未归，今早归来后，他便直奔大公子房间，但大公子还未归来，他便再次出门了。司长，主父让我跟着你学习学习，这禁闭可憋死我了。哎，咱们这是要去哪里玩耍呀？胭脂阁。那大哥，咱们带了多少两银子？这胭脂阁的消费可不低呀。多少银子能够唱完？哎呀，若是过夜的话，你看啊，一般的姑娘就得个几十两银子，好一点的呢，就得上百两银子。至于胭脂阁的4大花魁，任何一个估摸着也得个几千两银子吧。这么暴力啊！正所谓上阵亲父子，勾栏俩兄弟。素闻胭脂阁花魁一日千金，兄长今日就得了一大笔银子。我看呐，咱俩不如奢侈一波啊！陛下，双喜临门，王忠将军传来捷报，5万积压大军，所到之处，黄忠片甲不留啊！高阳此子太过逆天，绝不能放他跑掉，一定要让他乖乖做我的群侠臣。高侍郎刚刚出狱，人呢？可在府上？陛下这是想出宫？这皇宫太闷了，朕想出去走走。并且心中还有一些疑惑，或许高阳可以给朕答案。老奴即刻去打听。
启奏陛下，会不会杨二郎他并不在府上？并不在府上，那他去哪儿了？高阳他刚刚出狱，就去了胭脂阁。胭脂阁，长安4大金楼之一的胭脂阁，朕刚好没有去过这种勾栏之处，今天饶有兴趣，一同随朕去看看吧。公子，我们还是先吃点东西吧。不急不急。瞧你这年龄大，是哪里人士？就因何会沦落风尘？公子，奴婢叫做青儿，原本是青州人士，至于沦落风尘，也是无奈之举。不怕公子笑话，奴婢的父亲生性爱赌，将家里输得一无所有，便将奴婢外来至青楼。几经辗转来到长安，只为寻条生路。爱赌的爸，生病的妈，读书的弟弟，破碎的他，真是可怜。那也没见你停手啊！大哥钱差矣呀！高家的钱也不容易啊，那乃是祖父用命搏来的，都是血汗钱。你这岂能停手？否则如何对得起祖父啊？哎呀，喝一杯。八公子，丞相回来了，他要见您。来吧，进来。八公子，这么快就摸清周武的动向了？大公子，周武此人为人谨慎，属下打探多日，发现此人有一大弱点，就是喜热闹。他最爱来这胭脂阁，近7日几乎每晚都在此过夜。对，今天上午他曾出门一次，身边的护卫比平时多了1倍，只怕得知公子出狱有所防备，不方便入手。本来想以纨绔的身份解决，先对周武下手，再徐徐图纸，但是他不给我机会啊。这倒是有些比本公子直接对荣亲王下手的意思。咱们要对荣亲王府下手？怎么，你怕了？大哥，这话说的，但凡了这荣亲王府，我高普就能收为大阵，这有什么好怕的？大公子有何打算？这对付荣亲王倒也不难，就比如说鱼肚子里塞纸，就写周成王天命归，再传出狐狸口中吐人言，就说天命在王等谣言。哈哈哈！自古谣言猛如虎，这要是1传10，10传100，这传起来，这荣亲王不得阵脚大乱啊！鱼肚子里塞纸，周成皇天命归，这也太狠了吧！妙啊，妙啊！此举无疑是将荣亲王架在火上炙烤啊！高，实在是高。属下这就去做。
罢了，现在皇权不稳，这么做风险太大。更何况荣亲王的门生故吏遍布大前，要是被他跑了，难免会引起一场战事。我还得好好考虑。这我身上也没有药啊，不然我也能好好操作操作。还有一些，这是何物？药啊！难道是我理解错了？大哥要的不是这个东西，此物名为奇银合欢散，1等1的纯药，饮入酒中只有少许杂质，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但是它的药效极猛，这个呢，它就更狠了。此物名为大力喷射王，一旦饮用下去，肚子剧痛，直接开始喷射模式，效果立竿见影。这个呢是蒙汗药，以曼陀罗碾碎后晒干粉末制成，乃杀人越货必备之举，效果也非常不错。这些东西你哪里来的？身为纨绔子弟，身边总该有些东西傍身。大哥，你要哪种？小孩子才做选择。接着奏乐，接着我。高公子，奴婢可能进来。进。小女子刘灵儿，乃是这胭脂阁的画室人，久闻高公子大名，仰慕已久。今天呢，高公子在这胭脂阁内的一切消费，除了这4个花魁以外，其他的我刘玉儿做主全免了，只希望能高公子交个朋友。什么？全免了？无功不受禄，刘掌柜如此豪爽，只怕是有事相求啊。高大人真是聪慧，奴家却有一事相求。近些年来，长安名楼这一座接着一座，我这胭脂阁虽是老牌，但全靠这几个花魁撑着，老客也散得差不多了，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但是大人别误会，奴家别无他想，若大人不想说，那玉儿的承诺一样是作数的。哎呀，这倒也不难，只要给客人搞个会员等级制，以消费以及存储银子记录在册，等级越高，福利和权限也就越好。来这胭脂阁的非富即贵，他们要的是身份的象征。那有钱人一旦攀比起来，这钱不就来了？这存起来的银子，你还可以做一点稳定的小生意。再者，给这些花魁多搞点奖金，若服务行业有利可图，岂不是动力十足？谢谢大人。记得再来2个。员外郎好雅兴啊，有这般好的地方，竟不叫着一起玩耍，是不是太不像话？又来俩好友，再来2个。员外郎，你摸你的，不要拘谨，大胆的做自己。你的人还怪好嘞，就是这语气听着不太简单。站住！大前的律法，我研究颇透，冒犯女帝可是大罪。厅长，你的身边都已经有2个了，一只贪多的嚼不烂，纵然你受得了，你的腰子也受不了啊！做人不要太小气嘛。高大人，白日里客并不多，要是公子有需求的话，那胭脂阁还是有不少姐妹的。柳花魁听闻大人惩恶奸商，也颇为敬仰，想陪大人喝上一杯呢。柳花魁，哥，
你这名气大了就是好啊，先是免办白喝，如今又能白嫖。不行，再让这货说下去，不得掉脑袋！陈高阳拜见陛下。不是了，高凤第二次告上了见过陛下。朕这微服私访，员外郎巴不得把朕来青楼的消息传遍整个长安。纵然朕是个女子，只怕隔日这御史也要上奏弹劾。臣懂了，还请陛下放心。朕才说2句你就懂了，来说说看。臣这就派人杀人灭口，还有臣这个弟弟，第一个不留，这样就不会泄露陛下的行踪了。饶命啊！陛下，陛下饶命啊！行了，朕没有那么残暴，都先起来吧。高阳，坐。朕今天前来，是有要事要和你商量。为陛下排忧解难，那是臣子的本分。只是您的眼神，臣有点害怕。要是你帮朕解决了这个难题，只要不是谋逆的大罪，朕允诺你，保你一世繁华。身为大钱的一份子，为陛下排忧解难，那自当是尽心竭力。只是我们要不要换个地方，在青楼谈论国事，听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这以后要是被史书所记载，总是有点不太好听吧？英雄不问出处，强国自然也不分场合。告退。等一下，你既然是刚侍郎之子，就坐下来旁听吧。高阳，你可知大钱的藩王有多厉害？真让朕寝食难安。你这心黑气狠，可有妙计？陛下，你这就多少有点冤枉臣了吧？臣哪有心黑气狠？这要是传出去，这史官该怎么写臣？这万千臣民该如何看臣呢？朕用词不当，但是就这个意思。对于这些藩王，你有何妙计啊？陛下真想对藩王下手？自朕登基以来，一直想要削藩，只是朕忍住了。现在朕不想忍，想动手了。那还请陛下告知一二，臣也好出招。大千藩王之强有自己的封地，在封地之内有他们自己的土地、兵权、士绅，是名副其实的土皇帝。高阳，这削藩之事，你可以考虑几日，先不着急回答朕。陛下，臣有一计可兵不血刃地削弱藩王的实力。高阳，是何妙计？陛下，臣一直以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治国和经商一样，若是能利用人性的弱点，则可成就一番大的事业。这削藩也在其中。此计，臣愿称它为大钱第一阳谋。当然，此计对大钱有好处，也有坏处。此计名为推恩令。所谓推恩令，重点是以恩为表面，实则行阳谋之事，将藩王和朝廷的矛盾转化为朝廷内部的矛盾。这就是推恩令的毒辣之处，转移矛盾，分化瓦解，而朝廷则可以坐收渔翁之利。转移矛盾，分化瓦解，行恩情于表面，实则乃阳谋啊！妙！陛下可下令，大钱藩王死后，要将分封里的土地分给麾下所有儿子，而非嫡长子一人。当然，嫡长子的身份
还是要尊重一下。嫡长子可继承藩王爵位，而其他子嗣则自降一级。等其他子嗣长大以后，再从他们当初分封的土地里面再分给他们的儿子，这个就叫套娃继承制。如此3代以后，在不断的分封之下，再强大的藩王领地也会被分封成无数的小领地，那藩王就再也没有办法对朝廷造成威胁了。好可难的计！天下藩王子嗣众多，而庶子的力量也不容小觑。此计就是要勾起庶子的贪婪，将他们立在嫡长子和藩王的对立，分化瓦解矛盾。那么该头疼的就是藩王和嫡长子了。子嗣越多越头疼。那此术可有解法？除非藩王少生、优生只生一个，但是一旦夭折早逝，那就等于灭种了。所以此计没有破解之法。好，朕愿称之为天下第一阳谋，明日就召集百官实行推恩术。朕要兵不血刃的血法。陛下莫急，此计也有坏处。坏消息就是，陛下若现在推动推恩令，大前恐怕有亡国的危险，而陛下也有性命之危。这是为何呀？如此阳谋，为何会让我大前走向灭亡？朕还有性命之危。高阳，你这太夸大后果了吧？陛下，臣不敢。当前根本就不能削藩。推恩令乃大秦第一阳谋，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国家足够强大。天下藩王不是傻子，推恩令用心写，谁都看得出来。太过着急，只会适得其反。高爱卿，那朕现在该如何做？先看看推力。当下朝局不稳，陛下需按耐住削藩的念头。高阳，那你觉得朝政不稳的原因何在呢？当在荣亲。陛下要成就王图霸业，第一件事就是要宰了荣亲。荣亲王乃我大前3代元老，位高权重，为大前立下了赫赫的战功。你想将其诛杀？高阳，你其心可诛呢？荣亲王之心，想必陛下比臣更清楚。若现在不迅速下手，日后只会寸步难行。荣亲王的想法，朕比你更明白。荣亲王权倾朝野，但他自身武艺高强，身边侍卫众多，杀他谈何容易？你再容朕想想吧。陛下，臣高阳不才，早就猜到了陛下要对荣亲王下手，已经准备好了100多条计谋，即刺杀、毒杀、谋杀、坑害、陷害、设局、污蔑，季季都要荣亲王性命。他跑，臣追；他吃，难废。坐。说说看。陛下稍等，且让臣找找。这都是些什么呀？这些都是余地行走江湖的必备涂药。臣弟年纪太小，把握不住，就都被臣接盘过来了。论暗杀下毒最快，高府养着几条大黄狗，正所谓养狗千日，用狗一时。臣正好回去试验一番，但考虑到人和狗的体型不同，为了减小误差，最好陛下能给几个死囚也。不过这毒杀不太体面，朕无法给世人一个交代。朕想活捉荣亲王，然后再将其定罪，杀不杀日后再说。朕想把这血流和清洗缩小到最小范围，你说朕又该如何做？臣明白，这般传出去好听一些。这样，陛下可以设一个鸿门宴，以目宴请亲王，邀他共探治国之道。实则宫殿令人安排上刀斧手，只等陛下摔杯为号，
便一同冲杀进生擒荣亲王，我将其直接砍成肉酱。为了以防万一，臣今天回去就试试这3种药，最好在行动前就凭荣亲王先喝下。荣亲王进宫不得携带侍卫，也不得持械觐见陛下。如此3重手段，必能确保安全。只要生擒荣亲王，事后应对，那就是文官的长项，一定能轻松给他罗列出几十条罪。朕手握兵权，擒拿荣亲王不难，这难的是擒拿荣亲王手下的郎宇，给荣亲王定罪。若这荣亲王一生无大罪，罪不至死，朕又该如何罪？简单，臣既提出自是一条龙服务，我大前忌讳巫蛊之术，在动手之前，可安排1名死囚，揭发有人用巫蛊诅咒陛下。陛下顺势让刑部严查，再以鸿门宴拿下荣亲王，搜查荣亲王府，从中挖出娃娃。届时人证物证俱在，荣亲王百口莫辩。那名死囚犯的嘴也会成为陛下最锋利的刀，用来解决荣亲王。幸好高阳出身定国公府，幸好高阳是朕的人呐！若是让谋逆反贼得到，那我可就危险了。只怕皇权榜落，江山不保啊！你所说的计策没有问题，但荣亲王不死，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了。陛下，你这可就误解臣的意思了。误解？陛下可曾记得朝堂上考核臣的灭门之祸？你说的是守株待兔？荣亲王被打入天牢，其手下必定营救。陛下可在天牢设伏，将其一网打尽。至于荣亲王郁郁寡欢，深感对不起陛下和先帝的信任，留下一纸遗书，那也是很合理的吧？朕知晓了，你容朕想想，此事事关重大，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否则杀无赦。还请陛下放心，草民只是不太聪明，但并不傻。此事事关重大，绝不会多说一个字。这一点还请陛下放心，纨绔大都不敢大用，但这并不代表纨绔傻呀。对了，朕多问一句，你跟荣亲王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陛下，臣心眼比较小，向来都是有恩必还，有仇必报。从臣接下陛下的求贤诏，再到朝堂上对臣的弹劾，这背后都少不了荣亲王的影子。既然他想拿我们高府来比，那臣就要灭他们。好，3日之内，朕必给你一个答复。臣恭送陛下。陛下，替朕去找一个有家室的死囚吧。臣遵旨。朕一宴请荣亲王，刀斧手已就位。荣亲王位高权重，宫内禁军渗透的厉害。高阳，你可有把握？陛下尽管放心。陛下，陛下，荣亲王求见，来得正好。臣先给他下个药，把荣亲王的战力给他削一削。荣亲王久经沙场，这酒，除非你先喝，不然很可能打草惊蛇。臣既出手，自不会打草惊蛇。臣这人向来谨慎。陛下，此壶名为阴阳壶，臣也称它为良心壶，是臣这几日在府内命人精心打造而成。只要在倒酒的时候堵住相应的气口，那一层空间的酒就倒不出来。总之，大有妙用。好，宣荣亲王。宣荣亲王觐见。
臣周龙拜见陛下。平身。谢陛下。荣亲王，朕此次召你前来，是想让你和高侍郎一笑泯恩仇。你二人都是大前栋梁、肱骨之臣，不可有私怨。婉儿，倒酒。是。臣谢过陛下。料想这女人也不敢旋我进宫后对我动手，何有何妨？臣谢陛下赐酒。不对，头怎么这么晕？大胆周龙，朕如此对你，你竟敢在府内下诅咒朕的巫毒娃娃，罪该万死！黑龙卫何在？陛下，你是故意的，想要除掉白芒。周龙罪大恶极，给朕拿下！这区区几十个臭鱼烂虾，想想拿下白芒，高阳你这该死的，都有几十个护卫了，还给白芒下毒。荣亲王看人真准，没错，正是下官给你下的药。区区几十个护卫，哼，就想拿下白芒，简直是痴人说梦。见你不然，休怪白芒不义，待白芒把他们全部杀掉，周承恩便是你了。还嘴我！狗屎！哎呀！荣亲王，你败了，今日之后再无荣亲王府。不好意思，让一让，我老婆要生孩子了，到时候可一定要来喝喜酒啊！哎，这老李啊，现在是享清福了，孩子都生了3个了，笑得脸上褶子都合不拢了啊！可不是嘛！要是放在以前，谁敢这么生？这还不还得多亏了咱们高大人，不仅打服了6国，更实现了天下的大统，更是统一了货币，同时减轻了赋税，为咱们的生活谋取了更多优质的福利。哎，咱们这百姓啊，现在是生活越来越好了，再也饿不坏肚子了。哎呀，什么高大人啊，现在应该叫皇上。对，瞧我这破嘴，你看，应该是皇上陛下才对。哎，没想到咱们的女帝陛下居然会愿意退位让贤，将皇位让于皇上，屈居于幕后，掌管6部。咱们的这个皇上啊，可真是享尽人间之福喽！这都是皇上应得的。高郎要紧，安天下，举人第56国，生死登高，天命不在手，百姓安居，常太平。哎呀，都说我文韬武略，无一不精，可是我总觉得我得趁早钻研点药理呢。夫君何出此言啊？要不然我天天得扶墙出门，迟早这皇位有一天就得调回去。讨厌，胡说八道些什么呢？一会儿回宫看我和婉儿怎么收拾你。本王最近可是又习得了几门秘法，还指不定谁欺负谁呢。回宫！